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有风。今天我带你们一起用 WordPress 轻松搭建出一个既好看又专业的一个在线课程网站，也叫做 LMS 网站，翻译成中文过来的话叫做学习管理系统。那我们全程使用免费的主题。这个网站之前的话，我们参考了比如说像 Udemy、Skillshare 这样比较大型专业的一个在线课程网站。今天我们就来做出和他们相类似的一个网站。那我们今天搭建的这个网站有什么亮点呢？那你可以在上面发布付费的或者免费的课程，形式多样。你可以发布音频、视频，学生看完你的视频以后，你还可以发布各种各样的一些测试题判断题填空题选择题都可以，让学生可以边学习边练。当然的话，你还可以邀请其他讲师来你这个网站里面开课都没有问题。每卖出一门课，你可以和讲师进行一个分成，讲师拿80%，你拿20%，那都没有问题，都可以进行一个设置。那我还会教大家怎么样在网站上搭建我们的一个支付系统。那有人通过这个链接购买以后的话，那你就可以收到款。那我们今天用的是拖拽式页面编辑器来搭建整个网站，那非常简单，你不需要懂任何代码都没有问题，设计出来的也是非常的好看。那可以保证让你在手机上或者在平板电脑上也可以完美的运行。OK， 在开始之前的话，我先给大家简单看一下我们的网站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样式，让你先直观的感受一下这个网站。那看一下这些功能、这些设计是不是你想要的一个效果。那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就可以跟着教程跟着我们一起来操作一下。那首先我们从主页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大概它是什么样子。那最上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顶部菜单栏，这个是我们的 logo， 这里的话可以进行课程的一个搜索。这是在线课程，我们点一下它的话，它就会来到我们的课程页面。再点击我们 logo， 它可以回到我们的首页。那的话，公司信息里面包含了比如说关于我们学员注册、年司机、我们讲师团队、申请成为讲师都有，还有一个博客系统，我们点一下博客。网站的话，如果要写博客的所有的文章的话，都会显示在里面。点击一下它会跳转到对应的一个博客的一个页面。关于我们页面大概的话是这个样子的，可以简单介绍一下。那我们这个网站、我们这个团队，还有等等等等。下面的话还有一个学员的一个注册。学员注册的话，我们来用无痕模式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有新的访客来到你的网站以后的话，点击学员注册，可以填入他的相关的信息进行一个注册。这里的话还有一个联系我们的页面。联系我们的页面的话，你可以这里留下你的电话号码、邮箱，它可以直接在这里填入相关的信息，给你留言也可以。那当他填入信息以后，你的邮箱的话就会收到消息。这里还有一个我们的一个讲师的一个团队，这里面的话会显示所有我们的一个讲师。这里的话是我们所有的讲师团队，可以把你的一个讲师团队展现在里面的。如果你的平台的话是对所有人开放的话，如果有人想成为讲师他也可以点击这个申请成为讲师加入我们这个网站也是可以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在线课程。在线课程以后的话，我们左边的话有分类，你可以选择一个分类，它会跳转到对应的一个产品。这里还有标签。那我们这个视频的话跟什么相关，我们可以建一个标签。还有我们课程的一个级别简单、难还是一个中等左边的话可以进行选择。还有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分类，价格分类我们网站可以发布一些免费的来吸引我们的一些用户。当然了，吸引过来以后，你可以让它慢慢转化成一个付费用户，里面还有以付费的。我们随便点开一个产品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主图。主图的话，我们可以用 AI 的话可以来帮我们设计，现在非常的方便。随便点开一个课程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课程页面，上面是标题，这上面的话是一个评分，这里的话是一个分类，这是我们的一个封面图。这个视频的话，我们是可以点开的。等一下，它生成出来的。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大概一个视频。那我这里只是用了一个案例视频大概这里都可以进行播放。这个只是一个预览版。所有的人进来的话，他可以先预览一下我们这个视频大概是什么样的。这里是一个课程的一个简介，这里如果有学员评论的话，这里还会显示一个评论。课程信息里面，这里可以看到，本期课程你会学到什么东西，这里的话会给大家罗列出来。那课程包含什么样的内容？那下面的话也会有详细的一个介绍。我们点击这个可以搜，点击这个可以打开。点击对应的一个，如果你注册以后的话，点击这个它会跳转到对应的一个课程。那后面的话会显示这个课有多少分钟。
那右边的话，这个是价格，我们可以直接加入购物车进行付款。这里会显示一个讲师的一个名字，这里我们的教材包含什么样的内容，这里面会显示出来。那我们对学员，如果你要学这个课有什么要求，也会罗列出来。那这里有个受众，这里我们都可以填进来。那如果学员付款以后的话，他就可以点击。那这里的话，我们选择这里一个开始学习，它就可以进行一个学习。左边的话，你看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对应的一个课程，你点击一下它。它就会跳转到对应的一个课程的一个页面，直接点击这个按钮，你就可以进行一个播放。那有视频的形式的话，有些的话还有一些文字的形式，我们可以点一下，这种是以文本的形式进行一个展现。还有一个测试题，当有学员他学完我们的课程以后的话，他这里的话可以进行一个测试，他这里可以点击这个开始测试。那这里的话，它可以选答案，比如说这上面会有问题，下面会有答案，选好以后点击下一步。这里上面选好以后，这里有单选题、有多选题，还有填空题。这个的话，比如说就是我们的一个填空题，全部做好以后，你可以点击提交测验以后，它会显示你对了多少，失败多少对了几道题，错了几道题，下面都会有它还会给出我们这道题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答案。这上面你得了多少分，上面都会显示的非常清楚。这个视频的话，如果你看完了，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可以看完了。标明的话，你看左边这里打勾，说明这个课程你也看完。下面的话还有很多课你都可以进行一个观看。如果你购买以后的话，你可以点击右上角我的课程。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你购买了哪些课程。在这里面的话，如果你是讲师的话，如果你是讲师，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我的课程。里面会看到你自己发布的所有的一些课程。如果你是学员的话，你点了右上角这个以后，这里可以看到报名课程。你付费了哪些课程，里面都会进行一个显示。这里你可以点击一个继续学习，可以来学习我们的课程。在后面的话，我们这个学员或者如果有其他讲师要在我们里面开课，这里面都会是他们就是他们一个后台。讲师的话，他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分成。如果讲师他这个里面的课卖出去以后的话，他可以点击这里提现，它可以进行一个提现。提现金额你看这里已经有显示了，有79。在提现之前的话，讲师其他老师的话可以点击这个按钮的话来设置一下他要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一个提现。比如说我们提现方式我们可以来设，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PayPal 付款，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汇给他付款，我们可以通过银行转账给他付款都没有问题。整个网站还是非常简单，只要你跟着有风今天一步一步操作，你也可以制作出像这样一个比较既专业又好看的一个网站。本期视频用到的所有链接还有素材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一下。在最底部的话，这里还有一个邮件订阅，就是访客他可以留下他的邮箱。我们可以给他发送一些优惠信息。这些的话都是用系统全自动进行。在视频当中我也会教大家怎么样就进行一个邮件营销。最底部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底部导航我们的一个版权信息等等。在制作我们网站之前的话，我们需要第一个是我们的网站的一个主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个域名。网站的域名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比如说 ChatGPT，这上面的话就是它的域名网址，我们需要去申请一个域名网址。还有一个就是网站的主机，不管你创建任何类型的一个网站，什么电商网站、博客、商业网站，还有一些等等其他网站。你都需要一个网站主机。网站主机就是存放我们网站里面所有文件，比如说我们的文字、图片，还有一些视频。简单的来说的话，就是主机的话也可以理解为一台服务器，或者说一个计算机。你的整个网站的所有信息就保存到这台服务器上面。而且的话，这台主机它会全天24小时进行一个运行，不管什么样的时间地点，只要有人通过这上面的一个网址的话，它都可以进行一个访问它都可以进行一个访问。主机的话选择是我们网站运行的一个关键，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网站的一个速度性能、用户体验、安全性甚至是我们网站在Google 里面的一个搜索排名。因为我们这网站 Google 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免费流量渠道。Google 的话，它也喜欢收录那些网站打开速度快、既又安全的一些网站。如果你选择了一个优质的一个主机提供商，你的网站的性能和速度的话就会非常的出色，用户体验也会非常的好。你这个网站的话也会更加的安全。
啊，几乎不可能被黑客进行一个攻击。那市面上的话有非常的一个主机供应商，但是做得好的话其实没有多少。今天的话，有风会给大家推荐一个主机域名提供商，就是一个 Hostinger 啊，相关链接的话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啊，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到一个 Hostinger 的一个首页，然后如果第一次进来的话是英文，你点击这个英语这个地方，然后把它换成一个中文就可以了。那它支持我们的中文，也支持我们的一个支付宝和我们的中国的一个银行卡付款，而且它里面还有中文的一个客服，对我们中国地区的话非常的友好。第一次进来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点击一个享受优惠。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价格，它一共的话提供了3个套餐。分别是21.99这是人民币，那每个月的话也就20多块钱一个月。那我建议大家的话选择中间这个套餐，为什么选中间？所以中间呢，它的速度会比我们第一个21速的话会快5倍。它可以存放100个网站，有100GB 的一个存储空间。那有些主机提供商的话，它只允许你做1个或者2个网站。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做100个。因为如果你是新手，你前期的话可以不停的一个建网站，然后删除网站，你可以进行一个操作练习，那都没有问题。还有它提供了一个每日的备份，每日的备份的话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做我们的一个网站，我们网站的安全性非常重要。如果你的网站有什么问题，或者说被黑客攻击，因为我们进行了一个每日的备份，那即使他攻击了我，那我可以选择之前任何一个时间段来进行一个恢复，都是可以进行一键的恢复，非常的简单，点一下的话就可以恢复到任何时间段。它提供了一个免费的一个 SSL 的话就是一个加密数据传输，那我们的数据在网上进行一个传输的时候的话就会更加的安全。我可以看到这个 HTTP 后面带有 S 的话，就说明它是带有一个加密传输，就会非常的安全。那有风这个课程网站我们也可以看到前面的也是 HTTPS， 那带了 S 的话就是有这种证书的，也就是加密传输。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它有个无限制的流量，你网站有多少流量它都可以帮你承接，还有免费的一个电子邮箱服务。那以往的话，我们可能用的就是 QQ 邮箱或者说 Gmail 邮箱，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用我们自己网站的一个域名的后缀作为我们的一个邮箱，也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免费的一个域名，它这个免费域名是这样子的，你只要购买了它1年以上的一个主机它会赠送你1年的一个域名使用权。第1年域名你不用给钱，第2年那你只需要在第2年进行一个域名续费就可以了。这个域名的话同样是属于你。还有一个免费的一个 CDN， 免费 CDN 就是一个全球加速。如果有访客从美国访问你的网站，他就从美国调用数据，那这样的话相对来说的话就会速度快很多。还有它针对了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话进行了一个优化，因为我们今天用到搭建网站的程序就是 WordPress， 我们不用自己写代码，我们直接安装好这个程序，在里面安装主题、安装模板，那进行一些设置就可以运行我们整个网站。因为这个第2个这个套餐的话，它优化了我们这个 WooCommerce 的一个系统。WooCommerce 的话就是一个在线商店的一个系统。那我们今天在线课程的话，相当于也是一个在线商店，因为它里面会运用到一些付款的因为我们里面会牵涉到付款所以说我们会用到 WooCommerce。如果第1个套餐的话，它对我们的一个 WooCommerce 的话，它不支持，或者说它支持有限所以说我建议大家的话一定要选择中间这个。还有它可以自动进行一个免费的一个网站迁移。如果你在其他地方建一网站我们可以用 Hostinger， 那你可以手动或者联系他们的客服，它可以帮你们进行一个网站的一个迁移。整个流程的话非常的丝滑顺畅。还有针对 WordPress 进行一个加速 ，WordPress 自动更新。还有一个的话，它里面有一个 AI 建站助手它里面提供了很多 AI 的一些功能，那我们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调用，比如说 AI 文案工具、AI 网站创建、AI SEO 工具等等。它的付款方式，你看支持20多种付款方式，也是全球主流的国家，还有一些币种，那这个的话它都是支持第1个的话它不支持，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中间这个。还有最好的一点就是它提供了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证，也就是说30天以内你有任何问题不满意，你都可以申请一个退款。那它退款呢，如果你申请了域名，那域名的钱它会帮你扣出来，因为域名一旦申请，但这个域名是退不了的，它只能退你主机的一个钱，99.9%的一个在线时间保证，也就是说你的网站
基本上全年都可以打开，几乎没有任何问题。全球数据中心全天候的一个在线支持，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他们的客户帮你处理。那如果你想要有一个独立的 IP，那这里就是一个专用 IP， 那你就需要它的一个79、80块钱一个月。独立 IP 有一个好处 ，Hostinger 的话，它相对于其他主机提供商，第一的话它是速度快，第二个的话就是它价格会更便宜，第三个就是它的功能的话，在同等条件下，它的功能在同等价格下，它的功能的话是最多的，也就是最便宜的。而且如果你买1年的话，它还是会送你2个月。那我们选择中间这个。点击增加到购物车，现在它活动改了，你买48个月，也就是4年的话，它会赠送你2个月。它这个活动随时都会发生变化，那可能你今天看到的，你明天点进来，可能和有风看到的一个整个页面价格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他们随时都会做什么活动之类的。不过现在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便宜了，你买48个月，那你每个月平均算下来就是24，差不多。那你买24个月，平均每个月就是31；买12个月，平均每个月就是43。这个是1个月的价格。那做网站的话，我们不可能只做1个月、2个月，我们一般的话都是按年计算，我们要做几年。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时间段上我们可以稍微选长一点。那30天以内你不满意，你申请退款就可以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在选的时候，可以稍微选久那么一点，这样相对来说会更便宜一点。到时候你续费，这只是你刚购买是这个价，到时候你续费的话就是69一个月，这个24个月的，到时候你续费的话就是79。那比如说我选这个48个月的因为它会赠送2个月，还会赠送你1年的一个域名使用，选择这个。你可以用你的一个邮箱，用你的 Gmail 邮箱直接登录，或者说你在这里填入你的邮箱密码也没有问题。这它等一下会自动的话帮你创建一个账号。付款方式的话，这里非常友好，我们可以选择支付宝付款，可以选择中国的一个银联卡付款，还有就是 PayPal 的付款，都没有问题。右边的话可以填入你的所有的一些真实信息，这边的话一定要填真实的信息。现在的话你可以先不填，后面填也可以。4年算下来的一个价格，你看才1100块钱，平均1年的话价格也就200多块钱。非常非常便宜。你做一个网站，1年的话才200多块钱，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的。所有选好以后的话，如果你觉得这个稍微多了一点，你可以改一下，你改成一个12个月的或者24个月的，可能你的总价相对来说付款的话就会稍微便宜一些。所有选好以后，点击一个提交付款就可以了。购买以后的话，我们来到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如果你界面显示的是一个英文，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你把它选择这个中文就可以了。点击这个网站，点网站以后的话，我们点击右上角增加网站，这个时候就可以来创建我们的网站。整个流程非常的简单，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一下。我首先会教大家怎么样从零开始创建一个我们 WordPress 网站，还会教大家，如果你在其他地方有网站，那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方也丝滑的一个从外部嵌入到 Hostinger 来也没有问题。我们先点击这个增加网站，选择这个 WordPress。这里的话填入你的网站的语言，如果你要做英文，你在上面的话可以选择英文就可以了。这个语言的话，等一下我们创建好以后，我们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进行一个选择，也没有问题。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管理员的一个电子邮件，你填一下，到时候你登录后台的时候会用到这个邮件，还有下面的一个密码也要设一下，密码需要包含大小写，还需要包含一些特殊的符号。这网站的一个密码要求比较高，所以说大家稍微复杂一点。选好点击下一个。这里我们选择网站的类型，我们选博客，选下一个。这里叫你选一个模板，这些模板都没有关系，因为等一下的话我会教大家怎么样用我们的一个在线课程的一个模板，我们这里随便选一个就可以了，我们选标准，或者你这里直接点跳过都可以。这里的话它要为我们网站安装一些插件，那你可以点击是，或者说不安装也可以，我们这里都无所谓，我们点击下一个。这里的话我们再点击一个它是否用 AI 帮我们生成一个网站的内容，这里的话我们不需要，我们等一下我会教大家怎么样手把手进行一个创建，点击一个跳过。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网站的一个域名。如果你第一次进来走到这个位置，那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如果你购买了1年以上，你在这里可以免费的话申请一个域名。域名的话第1年的话它就是不会收费的，
是不会收费的。你在这个地方啊走到这里，如果你是第一次进来，这里可以免费申请啊。申请好域名以后的话，那他会向你的一个邮箱里面发送一个邮件，你点进去啊确认一下就可以了。啊，这里的话我已经申请好了，我直接点击这个域名，点击下一个。这个时候 Hostinger 的话，它就在帮我们把我们的网站程序，也就是 WordPress 安装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我们不需要自己写代码啊，全部的话由我们的 Hostinger 直接帮我们搞定。那我们只需要进入后台进行一个更改模板啊，安装插件、发布文章、发布在线课程啊，设置好一些付款系统，那就可以了。等一下的话，我会详细教大家。好，这个时候我们的网站的话已经安装好了，安装好以后的话，它会跳回到我们的一个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它会跳转到我们的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这个时候我们点击这里有个管理面板，右上角点一下它，那它会来到我们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后台。好，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整个网站 WordPress 网站的一个后台啊，大概的话长这个样子。啊，左边呢，我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 Hostinger 后台，这里面的话可以对我们 Hostinger 后台的话，有我们网站所有的一些，比如说文件啊、数据库啊等等啊，这些的话一般平时的话都用的比较少。那如果你在使用 Hostinger 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那右下角有个客服，你点一下它，那你可以去咨询一下就可以了，这里输入你的问题，啊，联系客服就可以了。这时候来到我们这个我们的网站的一个后台，大概就会长这个样子。那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查看站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网站的话，大概的话是这个样子。那等一下我会一步一步教大家怎么样把我们的网站啊做成像我们这样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网站，非常简单啊，大家跟着我一起操作就可以了。那进入网站的后台的话，那如果你下次还想进入你这个网站，那怎么进入呢？那非常简单，那这个样子，那我们这里打一个斜杠，输入一个 WP-ADMIN 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按一下回车啊，它就可以自动跳转我们的后台。因为我这里已经登录了，如果你没有登录的话，给大家看一下，在域名后面就加上一个 WP-ADMIN。按一下，你看它会自动跳转到这个登录页面。在这个登录页面，这里就是输入我们刚才设置好的一个邮箱还有密码，点击登录就可以了。登录好进来以后的话，大概的话就会长这个样子。第一次进来的话，我们看到整个页面的话有点乱，我们可以让它稍微变简洁一点。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显示选项，我们可以把这些勾的话都给去掉，让我们网站看起来更简洁，不要那么混乱。选好以后，点击这个把它收上去就可以了。左边的话就是我们平常用到的一些常见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有更新，这里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发布我们的文章，我们点一下这个文章按钮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写文章，直接点击这里新增文章，那我们就可以来新建文章这里有媒体，那媒体的话就是我们网站所有的一些我们网站里面所有的一些内容，那所有的一些图片视频的话都会放到这个位置。那这里有一个页面，那页面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像我们这个网站里面有什么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有联系我们的页面，我们可以来制作一下。这个页面的话一般的话都是比较固定，它和我们文章有区别，因为文章我们会随时更新，随时新增一些文章信息，但是我们的这个页面的话一般都是它比较固定的常用的几个页面。那我们点击这个可以新增，接下来的话这个是一个评论，那评论里面的话如果有其他买家给我们评论，我们都可以在里面看到。那如果这个评论是垃圾评论，你可以把它删掉，点击移到回收站就可以了。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一个外观，外观的话就我们的整个网站的一个主题，网站长什么样，那你可以来设一下。那里面的话有很多主题，我们点击这个新增主题，那里面整个 WordPress 的话主题非常非常多，你看这里面有太多了，等一下我会教大家安装我们所需要的一个主题。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插件，也可以理解为就像我们手机上的 APP 一样，我们网站其实很简单，那没有什么功能。当我们安装好这些插件以后的话，那我们整个网站的功能就会非常强。比如说等一下我会教大家怎么样安装一个付款的一个插件，怎么安装一个邮件订阅的一个插件，怎么样安装我们的一个评论插件等等，那都有非常多。插件的话有很多我们不需要，我们先把它勾上，把里面有很多的我们不需要，我们只把这个留下就可以了。这个是一个缓存插件，缓存插件它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加快我们网站的一个访问速度，我们把这个留下就可以。其他的话我们先把它全部给删掉选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有批量操作，这里有个禁用，应用一下我们需要先禁用然后再删除已经禁用了，我再把它全选以后的
把这个缓存插件留下来，其他的话点击这个批量操作删除就可以了。点击一下应用 ，OK。好，现在的话，所有的插件的话已经删除完了。等一下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增加插件，我会教大家来安装我们所需要的一些插件。我们再来到这个，再点击这个设置按钮。设置按钮的话，有个地方大家一定要勾上。点了设置以后，就任何人都可以注册，必须要勾上。因为我们这个网站的话，有学员要注册，有讲师要注册这个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打开。这上面的话就是你网站的一个标题，这上面的话就是你的网站一个标题，你可以写一下。下面的话是一个副标题，你可以解释一下你这个网站是做什么的。我这里写一个，这里是你一个管理员的一个电子邮箱，这里你可以填进来。如果你的语言是英文的话，你这里可以改成一个英文全世界主流的一些语言它都可以，也就是我们的网站可以做成任何语言，都没有问题。全部选好以后，记得一定要点一下左下角这个保存你不保存的话，你设置是不会生效的。还有一个设置里面有个固定连接，这个我们也要设一下，我们一定要把它改成这个文章名。那如果你是其他的话，一定要点成这个文章名。好，现在的话 ，WordPress 已经帮我默认设成一个文章名。如果你进来不是，你把它点一下，记得这个，这个也很关键。选好以后点击一个保存。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网站的话就差不多基本设置已经设置好了。如果你的网站你之前在其他地方有网站，你想把你的网站迁移到 Hostingo 这个主机里面呢，也非常简单。那我来教大家操作一下同样我们会到 Hostingo 的一个后台，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网站。这次的话，我们还是点击这个增加网站，我们选择这里从外部迁移网站，点一下它。这里的话，输入你在外部的一个域名，比如说你的域名是这个样，我输入一下。比如说这个域名是你的，你把你在其他地方注册一个域名这个是你的，选择这个已注册确认，点一下它，点击下一个这里点击一个确认。首先是把你的域名填进来，然后点击下一步。那这里的话，填入你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名字继续点击下一个。这里的话，它会问你这个网站现在使用的一个什么样的平台。那如果你是用 WordPress 的话，你就直接选择这个 WordPress 就可以了，点击下一个。这里的话，我们选择这个提供 WordPress 的一个管理员的信息，就是你只需要告诉他密码、账号密码就可以了，然后它就会自动帮你进行迁移。点击下一步。这里的话，直接点击下一个。好，这个地方就很关键了，这个时候你就要选择一下你的一个其他地方网站的一个用户名。还有你的一个密码，告诉他以后，直接点击下一个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它就会自动的帮我们进行一个网站的一个迁移。整个流程的话，你不需要进行任何一个操作，等它处理完就可以了。那这就是你从其他地方迁入网站的一个流程。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网站是主题是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第一步的话，就要先来更改一下我们的网站的一个主题，也就是我们的模板。我们点击左边这个外观。那外观以后到这里的话，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打开另外一个网站。那这个网站的名字就是这个 TheMeUM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主题网站。那也就是等一下我们的课程主题还有我们的一些课程系统的话，都会用到这个主题。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主题。我们今天要用到的这个主题就是这个 Tutor Starter 差不多就是这个主题。然后我们第一次你可以点击这个。查看一下它的一个大概网站长什么样，那你可以随便点一个，那它里面提供了几个模板，那我们的网站的话就可以搭建成和它相类似的一个效果。所有的一个信息的话，我们都需要用到模板，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建网站，因为自己去建的话真的非常的麻烦，我们要用它现有的一些资源直接进行搭。你看这个是它的一个展现的一个样式，它是里面所显示的这个效果，我们都可以搭出来这个也是它的一个模板，这个也是。今天搭出来的一个效果的话，大概的话就是这个样子的。等一下我们来一步一步来操作。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点击一个查看细节。查看细节以后的话，你就可以点击这个 download， 那把它这个模板的话直接下载下来就可以了，直接点一下它。这个时候模板的话已经下载好了，然后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回到后台以后的话，我们这里可以点击一个新增主题。新增主题以后，你可以直接复制一下它的名字安装主题有2种。那你这里可以搜索一下它的，一个主题的名。如果你能搜得到，那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比如说就是它，直接进行一个安装就可以了。如果有些主题的话你找不到，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上传，把我们刚才下载好的主题文件直接拖进来，然后点击一个立即安装就可以了。那这里的网站已经主题已经上传进来，我们点击一个启用。
好，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主题的话已经启用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首页的它现在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因为我们还没有往里面加东西。等一下加了东西以后，我们整个网站的话就会变得非常的漂亮。这个主题安装好以后呢，我们可以点击之前的把这个删掉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网站的话需要简洁一点不需要没用的东西我们就把它删掉，点一下它，点击删除，好，只留下我们那个刚才安装好的这个主题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左上角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插件，它叫我们安装好这个插件，因为它这个主题的话是配合它这个插件的所以说我们需要安装好它这个插件。直接点击这个按钮开始安装就可以了，点一下它，点击它以后直接点击这里进行一个安装它会自动进行一个安装这里的话正在下载这个安装包。那这里的话插件的话已经安装成功了。那的话它的插件的话有免费版本今天的话我们演示的话就用这个免费版本给大家演示。免费版本的话基本上还是前期的话已经够用了，我们直接用的这个是它这个免费的一个版本。那这个插件也安装好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需要安装下一个插件下一个插件就是这个 Tutor LMS 这个插件。这个插件的话，它有收费版本，有免费版本。今天的话，我们用到它这个免费版本的话，前期的话就已经够用了这个是一个在线课程的一个系统插件。有了这个插件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比如说课程的发布课程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发布，课程里面所有我们要用到的一些信息都需要这个插件来完成。我们点击这个免费，点击一个开始它会自动的话把这个插件的话下载到我们的一个电脑上面。相关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这个插件的话已经下载好了。这时候的话我们来到我们的一个后台，我们点击左边这里一个插件，这里点击一个增加插件。增加插件以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上传就可以了。上传把我们刚才下载好的插件直接拖进来，还要点击一个立即安装。的话这个插件的话已经安装成功。这个时候它会把这个插件的话帮我们翻译一下，因为它里面是英文，它会自动帮我们翻译成一个中文已经翻译成功了翻译成功以后我们这里可以点击启用插件了。这个时候我们先不启用等一下，因为我们还会安很多插件，等一下安装好以后我们一起来启用。下一个插件的话我们来看叫做 Elementor 的话它是一个可视化页面编辑器，我们可以直接进行一个拖动，那就可以搭出一个非常漂亮的网站。那我们一定要安装这个东西。那第一次进来的话，你需要首先注册一个 Elementor 的一个账号，相关链接的话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先暂停一下视频，先打开这个网站，先去注册一个账号。做账号很简单，点击右上角这个按钮登录，那你可以直接用你的一个 Gmail 邮箱登录，或者说点击这个按钮创建一个账号就可以了。Elementor 它有付费版，也有免费版。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它的一个免费版。那免费版的话，提供的功能的话，已经差不多够我们的用了。当然，它还有一些高级功能需要付费。那我们今天用不上。当你的账号在 Elementor 官方首页注册好以后的话，那我们来到我们这个插件，这里我们还继续点击左边这个增加插件。这里的话我们来搜索一下。我们搜索一下这个 Elementor， 这次的话我们进行一个搜索安装。这个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安装人数超过了500万。因为它确实比较方便，安的人比较多，点击立即安装就可以了。好，Elementor 已经安装成功，接下来我们来安装我们的下一个插件。我们下一个插件叫做 WooCommerce。WooCommerce 的话，它是一个在线商店的一个插件。那它里面有收款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做在线课程的话，我们需要用到收款，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网站里面安装这个 WooCommerce 这个插件。那很简单的话，我们直接在这里搜索这个关键词。好，我们要用到的就是这个第一个，点击一下立即安装。那今天我们安装的所有的插件，大家一定要记得跟着我一步一步来安装。不然等一下你操作到后面的话，你等一下跟着我操作的话，如果你有一些插件没装，那后面的步骤你可能操作不了这个已经安装好了，接下来我们安装下一个。下一个的话叫做 Tutor LMS Elementor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插件。那这个就是它大家一定要把这个 logo，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 logo 记下来，大概就是它。点击一个立即安装。安装人数的话超过了3万个用的人还是非常的多。这个插件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安装的一个主题的话，实现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功能。这里的话已经安装成功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安装我们的一个联系表单的一个插件。那联系表单我们等一下会用到，比如说联系我们的话，这里会有一个表单提交，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不用自己去，我们不需要自己写程序，我们只需要用它这个联系表单的一个插件，那这就可以了。
搜索好以后呢，第一个超过500万个安装，来看非常的简单，而且的话非常的灵活，我们直接安好就可以了。插件联系表单插件安装好以后呢，差不多我们所有的插件的话已经安装好了。接下来来到我们的这个已安装的插件里面来，我们来把我们所有的插件的话都来启用一下。那我们全选呢，除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缓存插件，那我们先不要启用，因为如果你启用了这个缓存插件的话，等一下我们网站呢可能显示没有这么实时显示，这个的话我们在最后再来启用它。把作为其他选择以后，点击批量操作，点击一个启用，点击一下应用。这样的话，我们刚才所有安装的插件的话就已经启用了。接下来它会自动跳转到这个页面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 Tutor LMS 这个系统，这就是一个在线课程的一个系统。那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然后点击这里让我们开始。这里的话，让我直接需要选择一个我们这个在线课程系统一个分类。那如果你只是你自己发布课程，那你可以选择个人。那如果你还可以选择市场，就有其他讲师也可以来你的网站发布课程。那今天我们选择第二个，也就是除了我们自己可以卖课赚钱，我们还可以邀请其他讲师来我们的网站里面开课，我们可以和他进行一个分成。那来到这个页面以后的话，我们这里可以选择这2个讲师的一个简介页面。如果你英文不好的话，我建议大家在电脑上安装一个这个插件，叫做沉浸式翻译。安装好这个插件就可以了。沉浸式翻译你可以在 Google 里面搜索一下就可以了，装到我们的 Google 浏览器里面。那导师的一个简介我们把这个勾上，后面的有个学生的简介我们也把它勾上，我们这2个都需要。下面的话我们直接点击一个下一个，也就是下一步。那这里的话可以显示我们每行的课程的一个数量，给大家看一下。来到我们的网站后台，大概样式就是我们每一行显示几个课程，我们这里可以设置一下。这里每行显示3个，我们选3；每行选2个，选2。那每一页显示多少个课程数？那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选一下。选好以后，直接点击一个下一步。那这里的注册新用户允许我们把它打开。收入的话，启用讲师赚钱我们打开。如果有其他讲师来我们的网站的话，我们可以和他进行一个分成，这里都打开。点击下一个。这个佣金比例，如果有讲师来你的网站里面开课，你和他进行分成比例，你可以直接进行设置一下。比如说讲师拿80%，你拿20%。这里的话你可以自己调，默认的话是80比20，选择这个就可以了。如果有讲师在我们的网站里面卖课挣钱以后的话，他的一个提现方式我们可以选银行转账。电汇，或者说直接用 PayPal 转到他的一个 PayPal 账号里都可以，把这3个都给勾上。选好以后，我们直接点击完成就可以了。这个允许游客支付，我们把它关上。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访客的话，最好是注册好我们的网站以后再付款，不然的话，他下次来的话，他找不到他买的课。最后的话，点击一个完成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在线课程的系统的话，大概的话就设置好了。刚才的设置好的话，大概的话就是这样一个后台。如果你没有安装刚才那个插件，那你就看不到这样一个后台。这个后台的话，等一下我们网站建好以后，每一个客户、每一个用户，或者说每一个讲师，它的一个后台显示的一个样式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等一下的话，我会教大家怎么样来搭建这个页面。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这里还有个这个选项，它叫我们集合一下，我们点一下它。这里的话我们点击集合就可以了，或者说你直接点击这里有个外观，这里的话有安装的一个插件，我们点一下它。这里的话也可以来集合一下我们这个小插件，点击集合。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一个插件的话都已经集合好了。我们再来到我们的一个插件页面，我们点击这个左边这里有个插件，再来看一下有哪些插件的话还没有集合，我们来全部把它集合一下。这里的话我们看这里还有这个插件还没有集合，就我们这个 LMS 这个插件没有集合，还有我们这个 WooCommerce 没有集合。我们把这2个选中好以后点击批量操作，点击一个启用。就是确保我们所有的插件的话，你都必须我们刚才安装好的全部都要把它激活好以后的话，我们才可以进行一个使用。我们这个 WooCommerce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在线商店的系统已经激活了。那我们点击一下它，第一次进来我们点一下它，我们前期需要按它的步骤跟着它一起来设置一下。点了它以后，它有一个设置向导，我们来跟着一起来设一下。这里点击一个设置我的一个商店。这里的话选一个随便选已经无所谓，我们选第一个。
那这里为你的商店取一个名，这里随便选吧。这里的话，你的选择的不重要，我们选择这个教育学习。那你的商店地址在哪里？你可以选一下，比如说我们选个这个广东。好，下面的话你的邮箱，好，点击一个继续。好，这里的话它叫我们安装这些插件，我们不需要，我们把它这些勾的话全部去掉，这些东西没用，点击一个继续。这样的话，我们的 WooCommerce 的话，简单的话设置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页面，这里有个所有页面，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刚才比如说安装的 WooCommerce 还是我们的 Tutor LMS， 它会自动的话在我们的后台里面加入这些页面。比如说这个是一个隐私政策的一个页面，那你可以把这个隐私政策，因为它是英文，那你可以改一下。比如说你是中文的话，你改成一个隐私政策，改成中文就可以了。还有我们的一个学员注册的一个页面，我的账户页面、结账页面、讲师的一个页面退款退货的一个页面都有。这个的话现在是草稿还没有发布，我们需要把比如说我们这个隐私政策来这个页面发布一下。我们点击这个编辑按钮，那可以来到我们的隐私政策页面。因为它默认的话是一个英文，那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个中文的话，你就可以把它翻译成一个中文，那没有问题。那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它，打开我们的翻译软件，直接把它翻译过来就可以了。翻译好以后的话，我们来复制一下它，复制好以后回到我们这个页面，我们可以中英文两个语言都留下，然后把中文放在上面，英文放在下面就可以，发布弄好以后点击一下发布就可以了。再来回到我们的一个页面，我们点一下，这里的话我们这个也还有一个草稿，也就是这个退款退货策略的话，我们这个也要发布一下，点击一下编辑。方法的话和刚才这个一模一样。我们先把里面的一个英文的话翻译成一个中文，我用到的是这个 DEPL 这个翻译网站。这个网站的话，它翻译出来的话比较自然翻译好以后，我们点击这个右下角这个复制同样的话来到我们最顶部把它粘贴进来就可以了。OK， 里面的所有内容的话，你可以改也没有问题，直接在里面更改就行。弄好以后点击发布，我们来到我们的一个左上角这个 Tutor LMS， 点一下它。点了它以后的话，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增加课程但是在增加课程之前，我们需要来进行简单的设置一下。我们点击这个设置，点击设置好以后的话，这里仪表盘这上面的话，这个它帮我们选好了，我们不用管它。这个的话，我们需要来一个网站的一些条款政策，我们这里选一下。这里我们选择隐私政策这个页面，这里选好以后，下一个这里一个允许多个讲师上传课程，完了我们也把它打开。那这里有个允许讲师自己发布课程，那这里的话我们先把它关起来，先把它关掉，就是有些课的话我们还是需要我们审核以后的话再发布，这个我们先把它关掉。这里的话成为一个讲师一个按钮我们可以打开，如果有人想成为讲师他可以在后台直接可以。这里设好以后的话，大家点一个右上角这个保存页点一下。接下来我们再打开左边这个教程这个选项里面来到这个页面以后，往下面拉，这里有一个课程的一个重启，我们点一下它，就是在启用这个功能的话，允许学生重置课程的一个进度，我们把这个打开。那评论的话，如果说你想有一些评论你想审核以后发布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勾起来，就需要我们管理员批准以后，它的评论才会显示出来。那这个 WP 编辑课程，我们把它勾起来。这个的话自动加载下一节课程，把它勾上。那允许学生对课程发表评论，我把它勾上。那这里有个测验这个是什么？我们每一个教程下面都有一个测试题，那我们这里自动提交，学生他答完题以后，我们自动进行提交把这个勾上。那下面的话有对，比如说我们这个测试试题的话进行一些设置，那这些的话默认就可以了，不用管它。这里显示这下面都直接就可以了，下面不用管它。这里的话首选视频源，那我们这里把它全部勾上。我们做一个网站，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教程网站、课程网站，那我们肯定需要用到视频。那我们视频的上传方式，那有很多，等一下有空会教大家。我们可以把我们网站放到我们的一些外部比较便宜的一些平台上面进行一个托管。全部设好以后，点击右上角这个保存，那大家记得一定要点保存。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赚钱话其实它这个翻译有点不准，不是很地道的一个翻译。可以理解，我觉得这个可以翻译成一个变现之类的。那这个的话，我们这个把它启用一下。这里我们选择 WooCommerce，好，这里
就是允许如果其他讲师来我们网站进行一个卖课的话，我们需要允许一下，我们选择 WooCommerce， 自动完成 WooCommerce 订单，我们把这个打开。允许课程与其他讲师分享，我们这里打开。那你收入的一个分配，那其他讲师拿80%，你拿20%，这个你可以改，那我们直接用默认就可以了。那提现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一下，那最低提现金额，比如说是50块钱就可以提现了。有钱以后多久可以提现，我们就等1天就可以进行一个提现。那它提现的方式的话，就把这3个都选上。如果有其他老师来我们的这个网站里面卖课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3种方式把钱转给他。点击一个保存。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左边这个设计按钮。设计按钮就是我们整个网站它怎么样显示，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课程，那每一页显示课程每一页显示多少行？那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设置我选的这个3行，它就进行一个课程筛选。这个我们把它打开。那每页显示多少课？你这里勾一下。这里的课程过滤器，我们把它全部的话都把它打开。打开的话，大概显示样式的话就是左边。那大概的话就是左边这个样子。分类我们可以怎样进行一个筛选？通过价格筛选，通过难度进行一个筛选，通过分类进行一个筛选。大概设置的就是这些东西。下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讲师后台，怎么显示？这里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来到我们这个后台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讲师、我们学生他们的一个后台的一个显示方式。那左边的话是我们的，比如说我的资料，右边是我的一些信息，我的一些课程。这个地方的话就来设置一下它显示的一个方式。我们默认的用它这个经典就可以了。其他样式你也可以选。那这些的话我们把它全部勾上没有问题。这里的话我们后台的一个颜色这些不用管它。下面的话都不用，默认就可以了，点击一个保存。那我们的所有内容都已经弄好了。接下来我会教大家，接下来我来教大家怎么样来制作我们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一个页面。那首先的话，我们先来进入我们的 WordPress 的一个，拉到最上面，我们来进入这里有个 Tutor LMS， 我们点击课程以后的话，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增加新的课程。这个课程页面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模仿一下，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 Udemy 的话，我们随便选择它一个课程内容，比如说这个 Python， 就是一个编程的一个课程。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做的，我们可以来模仿学习一下。首先的话，我们需要一个课程的一个标题，比如说我们把它这个标题，类似这样的一个标题，我们可以复制过来。这上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课程标题。那你在做课的时候都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些做的比较好的、比较优秀的，他们是怎么做的，我们可以直接复制过来，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不要全部都模仿。这里的话可以填入我们的里面的一些内容。那这个课程的话，有免费的课程也有付费的课程。那首先我来教大家怎么样制作我们的一个免费的一个课程。免费课程上面填入标题。那接下来这里的话可以填入我们的一个课程的一个简介描述就像我们这里面课程简介描述，我们需要填过来，可以看一下人家怎么写的，我们可以把它先复制一下，学习一下。比如说我把它这个复制过来了，直接粘贴到我这里面了就可以了。这样就是我们课程简介。这个课程在简介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在做的时候稍微更改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GPT 帮我们改写一下。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来打开 GPT， 然后我给 GPT 提示是：假如你现在是一名课程专家，请根据以下内容帮我生成一个相类似的一个全新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刚才是从这个讲师这里复制过来的。接下来 GPT 你看它就会帮我们稍微更改一下。那我们的内容的话就会不一样了。你不要全部复制人家的，你还是要稍微更改一下。生成好以后，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复制一下。来到我们这个页面直接把粘贴进来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内容了。那右边的话，我们可以来进行我们的一个课程分类。比如说我们这个课程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一个编程语言那我们这个的话也可以设成编程语言。右边这里课程分类，增加新的分类直接粘贴进来，增加就可以了。这里的话有一个标签，比如说你这个是做什么标签的话，我们可以来加一些，比如说这个是 Python， 这个有个零基础、函数基础，那这些的话你都可以加进来。就是这个编程类似的话，就我们这个课程也是什么内容，我们来提取一些关键词来作为一个标签，往下面拉。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课程招生的一个人数。
那如果你是0的话不限制。那如果说你这个课只招20个人，你可以在这里设成一个20。比如说我只招20个人，那我限这个20。你这个课程的一个难度是怎么样的？你可以选一下。比如说你是初级中级，那你可以选一下。有一个公开课程，这个课程公开不需要注册，你可以你想直接公开，你只可以把它勾上。启用这个课程的问答板块，那你觉得有必要呢？那你可以把它直接打开就可以了。这个我们的课程类型，我们这里可以选择付费或者免费。那我们先来设置一个免费，这里我们选择一个免费。这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发布。但是在发布以前的话，那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封面。我们拿到这里有个设置特色图片，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它。图片的话，这个图片的话，我们可以提前把我们所需要的图片全部传到我们的网站了，那都没有问题。这个图片的话，其实有很多网站可以来帮我们，你可以来找，比如说这个 Pixel， 或者比如说这个 Pixel， 它里面有非常多一些免费的一些素材图片，那你都可以在里面来找一下。当然的话，现在有 AI， 我们可以直接用 AI 来帮我们生成图片就可以。现在的话，市面上最好的一个 AI 图片生成工具的话，肯定要数这个 Midjourney。Midjourney 的话，它应该是目前生成效果最好的。你只需要给它一段文字，它就可以根据你的文字生成出非常漂亮的专业的一些图片。会在图片上面打上一些字，那就可以当做我们的一个封面。那这个 Midjourney 是付费版，那它的每个月的价格的话，大概在200块钱人民币左右。那如果你想要免费版，我们可以用这个雷拉多。相关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只是说雷拉多它可能生成出来的效果没有我们 Midjourney 好，但是也可以用。本期用的一些图片的话，我有些是用我们的雷拉多生成的，有些的话是用我们这个 Midjourney 生成的。当然，我用到的这些所有的图片的话，那些素材的话，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那兄弟们的话，可以直接让你下载下来直接用就可以了，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比如说，我们用雷拉多我为例给大家看一下效果。那比如说我给它提示一个帅哥在学习编程，需要显示屏幕上的信息。那我们复制一下了，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一个雷拉多，我们把这个提示语粘贴进来，直接点击一下生成就可以了。这时候它会根据我们上的一个提示语帮我们生成一个相关的一个图片。但 Midjourney 也可以，它是运行在我们的 Discord 里面首先你需要在你的电脑上安装一下这个 Discord。关于 Midjourney 的一个详细教程有风之前也做了一个。如果对于 AI 生成图片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链接的话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同样的话，我们来到 Midjourney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用的图片全部的话都是用我们这个 Midjourney 生成的。这里面的所有，你看今天你会看到这些图片，等一下我都会应用到我们网站里面，全都是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的。比如说，把我们刚才的提示语同样的发送给它，打个斜杠，我们选择这个 Imagine Pro， 然后把我们提示语粘贴进来，然后按一下回车这个时候它会根据我们的提示语，你看这里正在生成。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雷拉多生成的怎么样了这里的话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有个帅哥坐在电脑前面正在编程。它里面模式很多，这里边的话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型，它生成出来的效果的话可能就会有所不同，换一个模型来生成一下。我昨天的话已经试了这个，也生成了非常多这样的一些图片。以往的话我们需要一些图片，比如说你可能会遇到什么版权问题，现在有了我们的 AI 的加持，你看我们可以直接生成，非常好。我觉得这种动画效果的话看起来更舒服一些，因为雷拉多的话它在生成这种真人的时候效果的话没有多好，但是我们 Midjourney 的话它生成出来的话就会好很多但是它生成需要时间，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那我们来接下来回到我们下一步，我们来继续。这里的话图片已经生成好了，我们的课程的话你可以随便选一个，比如说我把这个当成我的封面，我们这课程封面设置好以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有个发布。发布好以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查看课程我们可以先来预览一下我们这个课大概长什么样大概的话你可以看得进来这个课是免费的这里的话可以进行一个报名，那么可以下面可以看到我们一些内容，但是现在还少了一些东西，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这边的话会显示我们的一个讲师的一个名字这名字的话我们也可以改，怎么改呢？我们直接左边这里有个用户，我们用户这里有个所有用户，我们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所有用户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编辑按钮。编辑按钮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你这个昵称这里的话公开显示，你可以设成你的名字就可以了点击一个保存，更新一下就可以了。设好一定要点一下左下角的这个更新。这时候我们回到我们这个页面，再来刷新一下。我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名字啊，它已经更改好了，但是里面下面还差些东西啊，我们来继续来加一些。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之前的下面还有一些课程内容啊，你可以学习到什么东西啊，还有右边的一些要求啊、教材啊还没有，我们来继续往下面加。那这里的话，我们看他们雷拉的照片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将在这个一个帅哥坐在店里面前面来编程。你可以看到这个，把它放大看一下，我们在浏览器中打开一下，你可以看到 Midjourney 生成出来的照片非常的真实。你看它生成出来这个人，感觉就和我们照片拍出来差不多。所以说 Midjourney 它真的是世界上目前来说最强的一个 AI 图片生成工具。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啊！我之前有教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链接在视频下方。比如说你喜欢第2张，你点一下 U2；你喜欢第1张，你就点一下 U1。这张给大家在浏览器中放大看一下啊，非常高清的一张照片。这个我觉得当头像都可以，非常的 nice。好，这个是我们用雷拉多生成的，我们可以明显给大家对比一下它的一个区别，就是一个付费和收费版的一个区别。这是 Midjourney 付费版生成出来的效果。要是雷拉多，你看雷拉多它生成出来的感觉还不够真实，但是我们 Midjourney 的话，基本上就跟我们照片拍出来的效果一样了，非常的太真实了。我们现在这里回到我们的正题先不管这些了。接下来我们往下面走，下面的话还可以加一些东西。这里我们可以来增加一些话题，增加一下这里的话，话题的话就是类似于我们这左边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内容。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输入一下我们的一个话题的我们的课程内容。比如说第一个的话叫做一个课程的介绍及开发环境的一个搭建，我复制一下它，粘贴进来，来点击一个增加话题。但这里的话，话题摘要你也可以设一下，没有你就不用管，点击一个增加。这个第一个的话就可以增加。下面的话，你也可以把其他的，你看我们下面这么多课程单元的话，你每一个课程讲都很多了，你需要依次的把它加进来。比如说第2章是继续点击增加话题，点击一个增加，以此类推，把我们整个的话课程的内容全部加进来。好，我刚才的话已经加了一些进来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只是把大概的一个框架加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往里面加内容，我们点击这个下拉，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增加一个课时，比如说我们第1个章节里面，那你也可以拖动、移动、更换位置也可以。比如说我们第1个章节里面，你看每一个章节里面，我点一下它，每个章节里面又包含很多一些小的一些章节，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加进来。那我们接下来我教大家怎么样把我们的一个视频的话加进来。比如说第1个，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增加课时。增加课时的话，我们这个第1节课叫什么名字？那我们可以把它复制过来。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它第1个叫做什么课程源码和注意事项，我们可以比如说复制一下它的，回到这里我们加进来。这里课程简介的话，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这个课，那没有你就先不用填它。比如说这下面的一个内容，在下面的话，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一个视频的话传进来。如果说你的网站的话只有你自己的视频，你视频不多，那你可以直接放到你的自己的一个服务器里面。如果你视频太多的话，我们可以放到外部的服务器里面来。那我会接下来一步一步教大家，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存放我们的一个文件的一个素材。首先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 Vimeo 首先这个我们先用这个 Vimeo 这个的话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课程的一个，打开给大家看一下。Vimeo 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平台，直接把我们的一个视频托管到它这个平台。因为如果说你的上面有很多讲师在你的视频，在你的网站发布什么4K 高清的视频，它所占用的存储空间，还有一些对服务器的一个要求的话非常高。因为我们自己买的一个网站的，那它的服务器其实它没有能力来承接这么高的一个流量，需要用到这个外部的一些平台。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加入，它有免费版本，你可以先用你的 Gmail 邮箱登录一下。免费版本的话，它提供了一些简单的一些视频功能。这个付费我们可以上传3个视频。如果你视频比较多，你可能需要付费了。这只是一个选项，等一下有空会教大家怎么样免费的进行一个视频的一个托管但是这个方式也是可行的。我们首先点击这个免费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了。注册账号以后的话，我们来到Vimeo 的后台，左边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上传按钮，把我们的视频的话传进来。这里的话可以选择一个视频，我之前的话随便截取了我的一段视频。这里的话它正在一个上传处理，
上传处理好以后的话，等一下的话，这个视频就会变成一个清晰，因为它现在只是一个预览版本，它还需要进行一个转化。那你可以把你这个名字稍微改一下，弄好以后点击这个发布就可以了。那这里的话，它正在优化，大家需要等一下。你可以先回到你的后台，等它处理好以后的它会以邮件的形式通知你。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来看。这里的话，我之前已经传好了一个。这里的话，你直接复制一下这个链接就可以了，复制这个视频链接。复制好链接以后的话，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后台，选择把我们这个链接的话粘贴进来。粘贴进来以后，你看它会自动识别我们这个我们这一段视频有多少秒。同时的话，处理好以后，你的手机会马上收到一个邮件的一个通知，那说明这个视频已经上传成功了。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我们这个视频的一个封面图。那我们可以点击一下上传，你可以从之前的一个图片里面选一个也可以。这里设置好以后，我们点击一下更新课程。这样的话，我们的第一个视频的话就加进来，我们可以来发布看一下，点击一下更新。更新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查看课程。我们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才设置好的第一个视频。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你看默认的话，它是会把这个展开。你看这里有个视频，它已经进来了。现在这里有把锁，因为我们还没有付费注册，你可以点击这个免费注册。因为现在这个课程我们是免费的所以说现在可以直接免费看这里已经可以了点了右上角以后，你看这里的话已经可以了点击。我们就可以来查看一下我们刚才发布的一个课程你看这里可以点击播放，等一下它生成出来的一个视频的声音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大概的一个视频。接下来的话，有风来教大家怎么样来传，接下来有风还会教大家通过其他平台来托管我们的一个视频。那我们继续我们拉到这个下面，比如说这个第一个课时是大概就是什么课时注意事项。比如说我们来。比如说下一个课程比如说叫什么 Python 基本语法，我这个只是演示。同时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增加课时，把我们的课程名字粘贴进来。接下来的话，我们这里可以选择，比如说外部链接，我们可以把我们视频的存储到其他的一个平台。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到这个平台，我们在 Google 里面搜索一下 AWS S3。这个的话是亚马逊的一个云计算平台，那我们可以直接在里面发布我们的课程。它的这个平台的话，可以托管我们的一个视频，而且价格的话非常便宜，我们可以直接点进来看一下。第一次进来的话，这就是它的一个亚马逊 S3。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创建一个 AWS 的一个账户，它是免费的。那我们可以根据它的步骤，一步一步创建以后就可以了。我登录进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定价。定价的话确实是非常便宜的，而且它是按你使用量进行一个收费。比如说你50 TB 的话，每 GB 的话只要0.023美元，这个价格非常便宜每超出500 TB 的话，价格是0.022美元，这个价格的话非常的优惠。所以如果你的课程比较多，而且都是那种比较大型高清的视频，我们可以直接把我们的视频的话上传到这个亚马逊主机里面来当你的账号注册好以后的话，我们来到亚马逊这个后台亚马逊这个云计算的一个后台，左边我们可以点击服务的话，我们这里可以选择一个存储服务，我们这里就选一个 S3 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视频的话传到我们这个亚马逊这个云计算平台第一次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存储筒，我们点一下这个存储筒这里的话可以设置一下你的一个名字它这个名字的话有一些要求，你可以参考一下存储筒的一个命名规则这里的话下面的话这些都不用管它默认就可以了点击一个创建一个存储筒存储筒创建以后比如说这个是我们刚才创建，我们点一下它点了它以后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视频传进来，点击一个上传，把我们的视频文件传进来，这里点击增加文件，把我们的视频传进来，传进来以后的话，这里的话直接点击上传就可以了这上面的话正在上传这里的话已经上传成功了它的速度的话还是非常快，我们点击这个关闭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视频，我们点开一下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上面这段链接的话复制一下
那复制好以后的话，我们来到我们这个 WordPress 的后台，把这个链接的话粘贴进来。好的话，下面的话它等一下会自动计算出，你看我们这个视频16秒，它会帮我算出来。同样的话，这个视频的封面呢，你也可以加个，有你就可以加，没有也不用加，点击一个更新课程。阿里云的话，其实我们国内的话，比如说阿里巴巴这个云计算的，阿里的云计算的话也可以啊，大家可以对比来看一下啊。阿里云计算的原理的话，其实和我们这个亚马逊的一个云计算那都是一样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多去了解一下，多个选择。那我给大家介绍2种视频存放的方法，那接下来第3种，那如果你的视频不多，比如说这个网站只是针对你自己的一个课程，那你可以直接把视频放在你自己的一个网站主机里面也没有问题这个也很简单。首先的话，我们来点击左边这里有一个媒体，这里有个媒体库，然后来到媒体库以后的话，首先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个视频的话上传进来。那点击这个新增媒体，把我们的视频文件先传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那这种情况只是针对我们的视频，那如果不是太多，而且视频不是太大的情况下，那你可以直接放到我们自己的一个主机里面，也是可以的。方法一样，点击这个增加课时，视频上传进来以后的话，我们还是回到这里点击一个增加课时。同样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一段你讲的什么内容，复制一下它，粘贴到上面来。这里课程介绍你可以写一下。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这里的话我们选择这个视频来源，这里我们选择一个，点击这个按钮。那这里的话你可以直接上传进来，也可以把直接我们刚才传的好的文件点击加进来就可以了。点击一个更新课程这种方式的话就是直接放到我们自己的一个主机里面，但是这种方式我不建议大家这样操作，因为它会消耗我们过多的一个服务器资源。我建议大家用我下面这个方法。那接下来还不是我们来点击这个按钮增加课时，大家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一下，把我们下一段的你的介绍的内容的话复制进来。同样的上面是我们的一个标题。这次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油管的一个视频，我们可以把视频的话传到我们的油管里面来。油管里面的话，因为它是一个专业的一个视频的一个网站，它可以帮我们处理很多大型的文件。那我们把我们的视频上传到油管呢，选择一个不公开就可以了。不公开的选择不公开，只有访客通过我们的链接才可以才能访问我们的一个视频。怎么操作，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一下。好，来到后台以后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创建，把我们的视频的文件的话传进来。视频文件传进来以后的话，那我们这里面的一些东西的话你不需要，把它全部删掉。要点击下一步，这里的是否开通获利这里我们把它关掉，这样的话我们视频就没有广告，我们把这个关掉。点击下一步。好，这个地方很关键一个地方，就是我们选的中间这个不公开，一定要选这个。这边是我们的视频链接，我们可以先复制一下，点击一个保存。这样的话，我们的视频的话就已经复制好了，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个链接来访问这个视频。如果不通过这个，它生成出来这个不通过这个链接的话，那你就访问不了我们这个课程。所以说我们选择不公开。那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直接选择油管，把我们的链接的话粘贴进来，点击一下更新课程。那这个就是我们上传第4种存储我们的视频的方法。那大家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挑选一个。如果你在国内做视频的话，你可能放油管，可能国内打不开，那你可以选择放在比如说亚马逊云计算平台上面也是可以的。那接下来我们除了这个视频以外，其他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文字性的一些教程。我们点击课程，这上面的话输入我们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名字，比如说 Python 的基本语法，那我们可以来到 PPT 后台，比如说 Python 的具体语法。那我们可以记住 AI 的力量的话，来帮我们制作一些内容，制作一些课程的一个内容。再生成一个文章标题，掌握基本语法。OK， 我复制一下，来到我们的后台，把那个复制进来，粘贴进来，把我们上面生成好的一些简单的一些案例，因为有一些学生可能学东西，他还需要这些案例。那如果你自己去弄的话有点麻烦，我们直接交给我们的 AI， 你看直接把我们生成好了。我们点击这个复制，来回到我们课程粘贴进来就可以了。那里面所用到的一些语法还有那些案例的话，它就直接帮我们搞定了。那点击一下更新课程就行了。下面这个地方我们要选择选择视频来源选择这个选项点击一下更新课程。接下来我们这边所有一些增加课程的一些方法都已经教给大家了。接下来的话，比如说有
学员学完我们的整个课程以后，他还可以进行一个测验，我们可以给他设置一些测验小的。还可以进行一些测验，我们可以输入一下这些标题，比如说我们写个标题小测试，点击一个保存，下一步。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来增加问题的方式，我们来看一下，你可以设置判断题、单选题、多选题，还有一些填空题等等。那后面的话带锁的话是需要这个插件的高级功能才可以用。那我们现在免费的话，我们用前面几个就可以了。比如说第一道题，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那我们来到 GPT， 让 GPT 来帮我们写。那现在有了 AI 的加持的话，我们其实做课的话还是非常简单啊。比如说我叫 GPT 帮我生成一个关于 Python 的一个判断题，还需要给出一个答案啊。这里面的一个主题的话，你可以改成你的一个视频教程的一个主题，后面的话叫它直接给你写就可以了。比如说我把第一个的话复制一下的话。我第一个来一个判断题啊，标题就是一个在 Python 中用于表示单行注释的符号是这个，是对还是错，就叫他选。那我选择这个是否。那这里的话，这两个我把它打开。这种答案的话，它是随机打开的，必须要答的话，这个也把它打开啊。答对这个题的话，要比如说给它多少分，你这里可以给一个。然后正确答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错误。来，我们这里的话。是选择否我们正确答案是否如果他答的是的话，就是一个错。点击增加问题，第一个问题增加好了。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个单选题，同样的话，我们交给 AI 来帮我写。我说再帮我出一道单选题给出4个答案。你看这里，在 Python 中，下面哪个关于关键词定义来的，要复制一下它，把我的一个问题提在上面。这次的话，这里我们选择一个单选这两个同时的话，我们把它这两个都打开。这个分数，比如说答对1到8分 ，OK， 点击一个增加选项。第一个选项呢，比如说 A 是这个，把它加进来。点击一个更新答案，再增加一个选项，比如说我们的 B，以此类推，把我们 B、C、D 的话都加进来，都是一样的。点击更新答案，然后点击一个 C。好，我们看正确答案的话是 A class， 那我们就是在这个上面的话，把它正确答案是 A， 那我们把正确答案勾一下，点击一个增加到问题。那当然的话，我们还可以来一个填空题，我们点击增加问题。填空题的话，这里的话我们就选择一个填空填空的话，你上面来一个问题，我叫 GPT 再来一个填空题。所有的话，有了 AI 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那比如说我把这个复制过来，这是问题，那后面的话我打个问号，加个问号，再填空。那这两个都同时把它勾上，这里的话都是一样的，把它勾起来，增加它一个答案问题的类型我们把它加进来。后面的话提问这个地方，我们把那个 dash 就是这个加到最后，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填空的地方。这个是一个变量，那我们把这个直接粘贴到这后面也可以。正确答案我们来复制一下，正确答案是这个复制过来。如果有学员回答的这个问题，回答的这个答案，这样就是一个正确的全部设置好以后，点击一个增加到我们的一个问题里面来，可以了。这样的话非常简单。这上面的话设置好以后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保存，下一步这的话可以设定一下你这测试的一个时间。那如果是0的话，就是没有限制，我们选0就可以了。那下面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默认就可以了及格分数，比如说我们60分，60分及格。那下面的话都先不用管了，默认就可以保存，下一步这样的话我们我们的测试题的话也加进来了这里的话我们小测试也加进来。我们来更新一下，我们来到我们的后台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点击查看课程往下面拉可以看到我们这里该有的话基本上都有了。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后面我们加了几个视频，你看直接跳转到这个页面，它可以进行一个播放。我们点击这个播放按钮，那这里的话正在连接，它就会播放。还有第3个，还有这个视频的话，我是放在油管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但是我是一个选择了不公开，它同样的话可以帮我们播放出来。等一下它生成出来的一个视频下一个的话就是一些比如说文章类的一个视频，文章类的一个教程，比如说 Python 的一个入门教程关于一些基本语法，我还这里给它一些详细的一些参数，大家可以他们可以看到这种文字信息更简单一些这里有个小测试，这就是我们刚才设置好的一个小测验。当他学习完以上的课程以后，他可以来进行一个测验。我点击这个开始测试，那上面的话你可以来选择一下答案这里的话你可以勾选答案，这里的勾选一下以及提交测验就可以了。
这个是可以选择详细细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答对了多少题，答错了多少题，它还会显示一个正确的答案啊，说明我们这个已经设置成功了。全部设好以后，大家记得一定要点一下这个更新啊。接下来我们再往下面走啊，你将学习到什么内容，我们可以把里面补充一下。我们来到这个，比如说 Udemy 的话，它里面有，我们可以来复制一下，模仿别人的一些内容，好的内容。比如说，它这里你将学习到什么内容，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当然你在做的时候不要直接抄别人的，你可以用 AI 的话帮你改一下。我说以下内容帮我改一下，意思一样，但是文字不一样，我们需要稍微更改一下。啊 GPT 的话帮我们生成好了。啊，你将掌握以下功能，我可以直接复制一下它，来到我们这个后台啊，粘贴件可以啊，目标受众，那我们也可以来改一下。那此课程面向哪些人，我们可以来复制一下。同样的话，可以交给 GPT 的话，帮我们稍微更改一下。改了以后的话，我们直接打过去用就可以了。你这个课程有多长时间呢？你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我2个小时30分钟，好，包含的教材，你这个有哪些教材？你比如说这里面呢，可以来复制一下它。这是 Udemy 上面都比较成熟的，他们做的一些做法。你能给什么样的内容的话，都来改一下。但前提的话，我们需要把里面的文字信息用 GPT 的话，直接帮我们改好，不要直接抄别人的。那要求说明的话，我们也可以来改一下。这个要求我们来复制一下，来到我们 GPT 啊，发送给他。好，复制好了，直接我们来复制一下它。好，这里面的内容的话，差不多已经全部做好了。做好以后，我们点击一下更新。啊，更新好以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课程，点击这个查看课程。好，我们这次我们再往下面拉。啊，你可以看到啊，这里有个我们的一个课程内容，我们已经有了，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可以收起来、勾起来都没有问题。下面还有其他的东西。这一次的话，就你将要学到什么样的东西啊？我们这里有显示你将要学到什么样的东西。啊，这里教材有哪些教材？看这里面我们都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有什么要求，我们再填到这里。啊，适合哪些观众？该课程适合哪些人？这里都有了。整个这个课程的话，差不多已经发布完成了。那如果想学习的话，就点击这个学习，那可以来到这个页面，那进行一个学习，那也是非常的简单。那这是一个免费的一个课程。那接下来我来教大家怎么样把我们这个免费课程，比如说变成一个付费的一个课程。那在设置付费课程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到这个 WooCommerce。先来到 WooCommerce 的后台，按住键盘上的 Ctrl 键，还要再点击左键，那它会在一个新窗口打开。WooCommerce 后台，我们点击这个设置按钮，设置按钮地址这的话，我们随便先填一下。这上面地址的话，我们可以先随便填一下。那如果你真实卖课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还是填真实的地址，因为我们测试的话，你就随便填一下。啊，你销售到哪些地方，你可以选一下。你国家地区你可以选，你不一定要选中国，其他国家你也可以选。下面的话你都可以选卖到哪些地方都可以选一下。启用优惠券代码，我们这个把它勾上。这里你结算的一个货币的话，我们可以选一下，我们选择人民币，选一下它。改好以后，我们点击一个保存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还需要来安装一个收款的一个插件。那因为我们点到这个立即购买以后，你可以。因为如果你这个课程要进行一个收费的话，那你还需要进行一个，如果你这个网站需要收款的话，那我们需要接入一些收款的一些平台。那我们来到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接下来我们点击一个插件，我们来安装一些插件，点击这个增加插件。首先的话，我们来搜索这个关键叫做 Stripe。Stripe 的话，它是一个全球比较大的一个收款平台。那它不仅是支持我们国内的一个支付宝、微信，还有银行卡付款啊，全球主流的其他国家的一些付款方式也可以啊，它整合了非常的一个收款方式啊。我们要安装的就是这样一个插件，就是 Payment Plugin for Stripe WooCommerce， 就这个，那大家一定不要按错了。它有2个，你看这个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两个有点相似啊。这个评分你可以看到，它是由 WooCommerce 做的这个插件评分比较低，我们不安装这个，我们安装这个，安装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 logo 记清楚，点击一个立即安装。好，这个插件安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搜下一个收款的一个插件啊，我们作为我们的网站的话，还需要支持一个 PayPal 的一个收款，因为 PayPal 的话它是全球非常主流的一个收款插件，那这个插件的话，我们一定也需要安一下。安装好以后，我们来还是选这个啊，第一个的话是 WooCommerce 啊。那 PayPal 的话，它这里有2个，也是我们要选择这一家公司的。这里有一个，大家的话把这个 logo， 它们2个有点相近啊，一定不要按错。我们选这个 Payment Plugin for PayPal WooCommerce， 选这个
点击一个立即安装。那在开始之前的话，你的网站要收款的话，首先你需要一个 Stripe 的账号，或者说一个 PayPal 的账号。PayPal 账号的话，你如果要用 WordPress 进行一个收款，需要你是一个企业的一个账号。那如果你不是企业账号，就收不了款。那 Stripe 的话，我们用Stripe 收款的话，我们先要来注册一个账号。那注册账号的话，接下来我要教大家怎么样进行一个 Stripe 账号的一个注册。那你也可以先跳过这个步骤，那你后面再来注册收款也可以。那接下来我们来开始，我们来注册一个 Stripe 的一个账号。这个就是 Stripe 的一个后台。这个就是 Stripe 的一个官方网站。接下来有风就来教大家怎么样来注册我们这个 Stripe 的账号，因为只有你有了这个 Stripe 账号以后，你的网站的话才能进行一个收款。那注册我们的 Stripe 账号的话，它是有要求的。首先的话，它不直接，我们中国大陆地区的话，如果你直接注册，你是注册不了的。因为它不针对我们中国大陆开放，但是有风这里有个技巧有方法，教大家怎么样进行一个注册。不支持我们中国大陆，但是它支持我们中国香港。如果说你有香港的一个身份证，我相信大家肯定没有。还有一个香港的银行卡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注册。那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怎么办呢？那首先如果你没有一个香港的一个身份证，但是你可以去办一个护照，同样可以用护照进行注册也没有问题。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地址选择香港，但是我们的一个填那身份证号的时候，我们就填入我们的一个护照。办护照的话也非常简单，那你直接去派出所办就可以了。大概办的时间的话也就价格，办护照的话也就100多块钱，可能150左右，7天左右就拿到你的一个护照了，也没有什么门槛。那你的一个银行卡，香港的银行卡怎么解决呢？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做万里汇的一个工具，相关链接的话有风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在万里汇里面的话，它可以帮你生成一个虚拟的一个香港银行卡，那你只需要用你的一个真实信息先去注册一个万里汇的一个账号，进入后台的话就可以来生成。我演示给大家看一下。注册万里汇的时候，我建议大家选择这个账号类型的话，我们选择这个电商账号，点击注册。这里的话填入你的所有的一些真实的信息，那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再点击注册。注册好我们的一个账户以后的话，我们来到一个万里汇的一个后台。后台的话，这里有个申请收款账号，我们点一下它。收款账号的话，你可以选择我们需要用的是 Stripe， 我们需要通过 Stripe 这个收款，我们需要通过 Stripe 进行收款，我们选择它。我们点击一个申请，你可以选择港币，因为我们注册 Stripe 的时候，我们选择港币，点击申请就可以了。申请好以后的话，它这里就会给你一个香港的一个账户。那你有了这个香港的银行账户以后，它就可以来到 Stripe 进行一个注册。我们点击右上角，我们点击这个开始注册。这里的话，填入你的一个邮箱，填入你的一个用户名。这里国家的话，我们这里选择一个香港，选择 Hong Kong。这里的话设置一下密码。这里上面填入你的邮箱，下面的话填入你的一个全名。邮箱的话需要你的一个真实邮箱，名字的话就是你名字的拼音，全部的话需要进行一个大写。是张三，你就想张三；是李四，你就填入一个李四。姓在前，名在后。填好以后的话，点击一个下一步。这个时候它会向你的邮箱里面发个邮箱，你要进你的邮箱里面进行一下确认。打开我们的一个邮箱，现在看到我们的一个邮箱 Stripe 发过来邮件，点击这个确认一下。这里我们需要点击这个按钮，激活我的一个付款方式。这里的话，你的地方的话还是选香港。这里类型的话，生意的一个类型，我建议大家选择一个个人，选择这个。点击一个继续。第一个是名，第二个是姓，这是邮件地址。这里正确填入你的一个生日。这里的所有的信息的话，大家都要如实的填写。那你的一个地址，我会选择一个香港的一个地址。你是九龙香港的都可以。下面地址的话全部要填写完。地址的话如果没有我们可以用一个在线地址生成器来生成一下。我们打开 Google 搜索香港地址生成一下，或者你直接找个第一个吧，点击生成。你看下面的话它会随机帮你生成。比如说我们选择九龙，点一下它九龙，然后把我们的生成好的地址复制过来。填好以后，这里电话号码的话我们选择一个中国，这里面选择中国。后面的话填入你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手机号，一定要填真实的一个手机号。这里的话填入你的一个护照的一个地址，因为等一下它会进行一个实名的一个认证，这里的话一定要填。
那接下来我们点击一个继续，选择你商业的一个类型，你是做什么的？你按实际问题，我们点击，比如说我选择第一个软件，这里的话需要填入你的一个网址，你可以把你刚才申请的域名网址填进来。现在如果你暂时没有的话，你可以先随便填一个。你的一个生意类型，你可以介绍一下你是做什么的。填好以后的话，点击一个继续。这里的话，填入你的一个收款的时候显示的一个名字这也是就是比如人家在你结账付款的时候，它会显示的一个名字。填入手机号继续。这里的话就要填入你的一个银行卡的一个信息。因为我们刚才的话已经用万里汇的话申请了一个香港的一个账户，我们点击这个店铺管理，这里面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一个香港的一个收款的账户。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详情它会显示你所有的一个账户的一个信息，可以点击这个查看一个账户的一个详情这里的话它会显示所有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账户信息。那我们只需要按照它里面根据你的一个实际情况填进来就可以。填进以后点击一个继续差不多后面的话都非常简单了。接下来的话要叫你设置一个2步验证。这里的话你可以使用一个 Google 的一个验证器进行也没有问题。你可以设置一个安全的一个密钥也可以，我们点击这个，或者说你点击这个使用短信也可以。短信的话你直接填入你的一个手机号就可以了。我们这里点击这个使用一个安全的一个，我们这里使用手机号点击这个，我继续想使用手机号这里的话填入你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手机号，点击一下确认就可以了。继续点击继续就行了。后面的话都非常的简单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 Stripe 的一个后台。你第一次进来注册以后的话，等一下的话它还会叫你扫码扫一下脸进行一个实名的一个验证你根据它的要求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填写就可以了。那如果你只是测试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测试模式给打开这样的话你正在使用测试数据，那它不会真的扣钱。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余额，那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设置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个设置，这里有个付款，大家可以点一下付款这里有支付方式，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它这里支持银行卡，支持 PayPal， 支持 Line， 还支持微信支持支付宝付款任何都可以，都没有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注册这个 Stripe 账号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支持我们的一个微信，支持我们支付宝如果你做的是一个全球的一个独立站，全球的一个商店的话这些支付方式非常非常的重要。前期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测试模式打开当你的网站的话真的运行好以后，你记得一定要把这个测试模式关闭这2个付款插件的话我们选中以后，点击这里有个启用应用一下。好，这是已经启用了，我们点击这个 WooCommerce 这个设置，我们点一下设置以后，我们点击这个付款以后这个信用卡我们可以打开。下面的话如果你的支付宝这些也可以把它打开，这是个微信付款的，你可以把它打开，这个是支付宝付款的，你可以把它打开，最后还有一个 PayPal 付款的，你也可以把它打开。首先我们看一下信用卡付款，我们点进来看一下。在付款之前的话需要把我们这个插件的话连接到我们这个 Stripe 的一个后台，我们点击这个 API 设置。API 设置的话我们直接点击这个连接，需要它会跳转一下，跳转到我们的 Stripe。 这里的话登录一下我们的一个账号。好，这里的话我们点击一个连接。好，这样的话你看我们这个 API 的话这已经被连接进来了接下来我说我们的这个 Stripe 的话已经连接成功。那再回到我们这个付款，我们拿到最下面这里还有一个 PayPal， 我们来设置一下 PayPal。我需要把我们的 PayPal 的话也要连接到我们这个网站的后台。同样的话我们点击这个 API， 点到 API 以后的话，同样我们点击这个连接，这个时候需要登录你的一个 PayPal 的一个企业账号，把我们的验证码复制过来。好，这样的话我们的 PayPal 就连接成功了，点击同意连接。好，这个时候它会自动的话把我们的 API 接口连接到我们的一个 PayPal 的一个后台，那有访客就可以直接通过 PayPal 向我们付款了。接下来我们还设置一下这个高级，我们点一下高级这个用户协议，我们选择比如我们刚才有个隐私政策，我们这个的话一定要加进来，这个就是我们的隐私政策这个页面的话一定要加进来。你搜索一个 PRI 差不多就可以，因为我们刚才在页面的话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已经制作好了隐私政策的页面，你点击这个快速编辑你搜索这个关键词，那这里的话这边的话它就会自动弹出来，点击一个保存。好，这里有个账户和隐私我们也需要设置一下
那把这2个勾掉，把前面4个的话勾起来就可以了。允许客户在没有账户的情况下，它允许客户结账时登录账户。只是大家记住，把上面4个勾上就行了啊。设好以后，点击一个保存更改。付款方式的这里的话，我把这个货到付款打开啊。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网站的话是不会开通这个的，因为这个有点麻烦。货到付款，那因为今天有风只是演示给大家看，所以说我先把这个货到付款打开。当你开通这个货到付款的时候啊，你的邮件里面也会提醒你一下，你的网站开通了货到付款啊。这个我们基本都是不会开的，只是为了今天演示用，我先把它打开一下。设好以后，记得点一下保存更改。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产品，这里的话，接下来我们来创建一个产品。因为我们刚才那个课我们要变成付费课，大家一定要跟着我的步骤来操作一下。我们把我们左边刚才我们建的这个课的一个名字的话复制过来，粘贴进来。这个时候我们是在这个 WooCommerce 里面加这个产品。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虚拟和这个 Tutor 的话，这2个的话一定要把它勾起来。这个的话你要卖多少钱，那你可以设一下，比如说我卖99块钱，那你的促销价比如说189啊，你现在的话，你这个要卖多少钱？你这可以设一下。那右边的话，你也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封面图，点一下它，我把封面图传进来。那这个产品类别这里先不用管它。好，这里设好以后，我们点击一下发布。好，这里的话我们设置好了。设置好以后，接下来来到我们这个课程编辑页面，我们点击我们这里设置好以后，接下来我们来到我们那个课程，点击一下它。Tutor LMS 点击我们的课程，这个页面就是我们要进去编辑一下。我们点击这个3个点，这里编辑。好，来到这个页面以后，我们往下面拉。这次的话，我们免费改成一个已付。已付的话，这里我们选择我们刚才建好的这个 Python 3啊，我们刚才在 WooCommerce 建好的这个。选择它以后，我们点击一个更新。更新好以后，我们来点击一下这个查看课程，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刚才登录账号已经买过这个了，那我们需要在浏览器，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个新的无痕窗口，我们粘贴进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话，它就是一个，比如说售价99，这里的话就可以进行一个设置了。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加入购物车，那你可以登录一下你的一个账号。当然的话，你可以现在注册一个账号。我们来看怎么购买，点击这个注册账号。如果是一个买家进来，他可以点击右下角这个注册一个账号。好，点击一个注册。好，注册好成功以后的话，那我们再来要回到这个页面。回到这个页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按钮加入一个购物车。加入购物车以后，你看这里有个购物车，那我们可以直接去购物车进行一个结算。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继续结账。继续结账以后的话，这里的话就可以输入我们的一个信息，那你的付款的一些信息，你的付款方式我们可以选货到付款，也可以微信、支付宝、PayPal 那都可以。这边的话我们可以输入一个增加一个优惠券优惠码。这个优惠码怎么设置呢？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WordPress 后台我们左边营销，这里有个优惠券，我们点一下它。这里的话创建你的第一个优惠券，点一下它。这里的话优惠券代码你可以点击这个随机帮你生成也可以。当然的话你也可以手动。比如说文迪888 ，OK， 这就是我们的优惠券，我们可以复制一下，等一下我们来测试一下。下面的话可以设置一下使用这个优惠券可以优惠多少钱，比如说我们按照一个百分比优惠20%，我们来设一下。优惠券过期时间你可以去设一个使用的一个限制，我们可以设置一下。这个优惠券不能与其他优惠券一起叠加使用，我可以把这个勾上。这里使用次数的话，每个用户使用一次你可以设置一下。设好以后点击一下发布。发布好以后，我们再来回到我们这个页面，我们来试一下。我们把这个优惠代码复制进来，点击一个应用，我们看99，它就会变成你看优惠了20%，只要79了。那左边的话填入你的一些信息，我们来试一下。好，我这些信息填好以后的话，这里的话我们选择付款方式，因为我们用演示直接选这个货到付款它可以直接帮我们生成一个订单点击一个下单。这里的话你看我们这个订单的话已经下单成功了，这里有个账单地址这个时候作为我们的一个商家，我们的手机邮箱里面会收到一个订单信息，你可以看到什么新订单，你看我们刚才的一个新订单我们这里已经收到了，是吧？你的邮箱只要你的网站里面有订单你的邮箱里面都会收到这样的信息你收到信息以后的话，这时候你可以来到你的后台，我们可以点击这个 WooCommerce， 点击这个订单，我们点一下它。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订单了，是不是？我们点进来，可以来处理一下这个订单。处理订单这个地方，你可以选择已完成。选好以后的话，你可以点击一下更新，那说明的话，它这个订单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帮它完成了。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买家的一些信息，那这里面的话都会有显示。处理完订单以后的话，这是买家的一个邮件，买家里面的买家的话，他也会收到这样一个信息，感谢你的惠顾，你的订单的话正在处理完成啊。这里的话，你看，这是买家也会收到一封信息啊。这个时候的话，他就可以来到他的后台，点击这个他购买的一个课程，点一下它。这里的话，他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他刚才买的好的一个课程啊，他可以点击，那是上面这里开始学习，那这里面呢，他就可以来观看我们这个课程了。那点击这个播放按钮，那就可以进行一个。等一下，它生成出来的一个。左边的话就是他要学习的一些课程，那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消费者购买我们整个课程的一个流程。那最右上角可以点一下他这个名字，我们点一下。那他可以来到他的这个后台，这个后台的话，他自己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他的头像，他自己可以传一个头像进来啊，他的自己的一些名字，他也可以进行更改啊，他的密码的话，自己也可以在里面改。那左边的话，他比如说他报名的课程，他付费的一些课程会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显示，那这个就是他买的一些课程。那如果他想成为一个讲师，那他可以在右上角申请成为我们网站的一个讲师，这里的话他可以申请，来点击一个申请。等一下的话，点了申请以后，你看这里正在审核，我们的后台的话就可以进行一个审核。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首页，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首页依然什么都没有所以说接下来的步骤的话非常的关键，我们来进行一个首页的一个装修等一下装修出来的一个页面的话非常漂亮，大概的话样式的话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首页，我们会装成大概这个样子。那首先的话，我们点击我们左边这里有个所有页面。那所有页面在顶上，这里有个新增页面，或者你直接点击左边这个新增页面。当然了，刚才这个课程我们只是发布了一个课程，大家可以按照这样同样的一个方法多发布一些课程进来方法和刚才都是一样的原理。点击比如说这上面这个课程，点一下它，这里增加一个新的课程，把我们课程的话加进来就可以了。那刚才的话，我用同样的方法在我的网站里面发布了几个不一样的课程，总共发布了6个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可以多去练习一下。那接下来跟着有风继续来操作。接下来我们需要装修一下我们的一个首页。现在因为我们首页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首页是一片空白。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页面，这里有个新增页面，我们点一下它。这的话名字的话，我们改成一个名字叫做首页。首页的话，这边右边这里有个模板，我们点一下它。我们选择这个 Elementor 全宽一定要选这个，选好以后点击这个发布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首页的一个页面。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预览一下可以看到这个是个页面，现在空白的，但在后面的前面是我们的网址，后面是首页我们需要正确的是首页是这个样子的，后面没有任何信息，我们的网站这个才是首页。那我们需要来设置一下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设置，这里有一个阅读这里的话我们选择一个静态页面，在主页我们选择我们刚才设置好的这个首页，好，保存更改一下。我们再来我们的首页来看一下，现在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东西都没有我们来进一步设置，我们点击页面，所有页面点开我们的首页，点一下编辑，点了编辑以后我们点击这个使用 Elementor 进行一个编辑。因为 Elementor 的话，它是一个拖拽式的一个页面编辑器。那我们来装修我们首页的时候的话，会更简单一些第一次进了这个页面，那如果你看电脑上你看不到右上角这个叉，你可以按住键 Ctrl 键加住减号键把它放小一点，这里有个叉，我们把它关掉就可以了。再按 Ctrl 加0恢复我们100%整个网页。首先的话，我们来制作我们顶部的一个区域。那我们点击这个加号，点击加号，我们点击这个弹性盒，点一下它。我们点击这个2列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点击点一下，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这个按钮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占比，因为我们左边的话可能会占得宽一点，我们可以把左边设置占比多一点，比如说我设置56%这里的话你看。这边的话，它就会一边多一边少。当然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拖也没有问题。这里可以直接更改它的一个显示比例，我拖到55%、56%、57%、58%都可以。比如说我设置到直接56%差不多可以。接下来我们需要里面一些文字信息，我们点击这个
文本，然后把我们这个标题拖一个进来，直接拖进来，看到这里有一条紫色的一条线就可以了。我们需要更改一下这个文字的一个信息。那我们需要网站的一个口号，就是最上面这个。那如果你不会，那你可以交给 GPT， 那叫 GPT 帮我想一个。我说我准备做一个在线课程网站，是关于油管的一个视频教程，请帮我想一些简单易记的一个 slogan。那就可以在上面来直接可以来复制一下，它里面给我到我们的一些内容，打开大门探索无限可能啊，都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直接比如说复制一下它。把我们这个粘贴到这个地方来。好，这个的话就设置好了。接下来我们需要更改一下它这个颜色啊、字体需要我们比如说它这个是黑色，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颜色也设成黑色。那如果说你来到别人的网站，你想知道它这个颜色用的什么颜色的一个代码，我们可以选中它，点击右键，这里有个检测，你点一下它。点了检测以后的话，右边的话会显示它这个网页的一些代码颜色。你看这里它的一个文字的一个颜色，这里有个 color， 点一下这个下划线，那这里的话它会显示它这个颜色的一个代码。这里当然的话，你还可以在你的电脑上安装一个吸管，就是这个插件，那它可以直接你看我放在这个颜色上面呢，它就会直接显示这个颜色的代码右上角。我点一下它。这个插件的名字的话叫做这个 Color ZILLA， 大家的话可以安装一个取颜色的话非常方便。比如说我想把这个颜色代码取下来 ，OK， 这里的话它已经复制过来了。接下来我们来改一下我们的颜色代码，点一下这个笔，点击这个样式这里有个排版，这里有个文字颜色，点一下这个颜色，直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你看这个颜色的已经更改好了。那如果说以后的话，你还想用这个颜色，你可以先把这个颜色代码点击这个加号，那先保存下来，你跟这个颜色取一个名字。下次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调用，比如说我叫灰黑，点击一个创建。那下次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自定按钮，它就会出现在这里面来。这里还在旋转，可能要设置要等一会儿。字号的话，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我们点击这个排版，这个字体的话，你可以直接拖，你看这里就可以直接更改。这个字号的话，你看我比如说我设置成一个55就可以，下面的话有个行高，我们可以来设一下，让它稍微离那么远一点。行高的话，比如说我可以改成一个70大概的话就是这个样子。下面的话它还有一段，下面的话它还有一些小一点的字，那我们可以来给它下面再来增加一段，点击这9个点，同样的话把这次我们拖这个文本编辑器进来，直接拖到这个地方放它差不多就加进来了。放手它就加进来。这下面的话打上我们的一个文字，文字的话我们也同样可以交给 GPT 来帮我写。我说再帮我写一个简单的网站简介发送给他，叫 GPT 的来帮我写。比如说我致力于怎么样的一个东西，把它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然后粘贴到这个地方来。下面的话同样你可以点这个笔，你可以点击这个样式更改一下下面文字显示的一个颜色。同样的话，你可以这边直接选也可以。选好的话，排版的话，你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字体的一个大小，这里我们可以改一下。OK 差不多了，就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来增加这个按钮，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话，它有2个按钮，那我们怎么做呢？方法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点击这9个点，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按钮，直接拖到它下面来就可以了。这里的话，上面的文字的话，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比如说它那个叫马上学习，那我们也可以改成一个马上学习。这个按钮的颜色的话，我是参考，比如说这个 Skillshare 它用的这种绿色，我觉得比较好看。同样我点击这个取色器，点一下它，在上面点一下，我就可以获取它这个文字背景颜色的一个代码。回到我这个编辑后台，同样我点击样式，这里有一个按钮的一个颜色，背景颜色，这里我改一下。粘贴进来，你看这个颜色代码就加进来了。它上面的话是一个黑色的一个字，那我也可以改成一个黑色的字。上面的按钮上面有一个文本的一个颜色，把它改成黑色就可以了。我还可以把它字的话稍微大那么一点点，比如说字体我可以稍微，你看这里差不多设置大一点，我觉得应该设成20左右差不多。字体的话我可以加粗一点。这个数字越大，那这个字的话它就越粗。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下悬停的颜色，你看我们放它上面以后，它这个颜色它会稍微变暗一点。那我们同样也可以来设置一下，点击一下它，这里有个悬停，点一下它，悬停，比如说悬停的上面来，
这个颜色的话，我们选什么颜色？比如说选也是这种绿，只不过稍微深那么一点点。OK， 会了。你看这次的话，我们放到上面来，你看它会稍微变换一下，对吧？非常的简单。它现在是这种，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三角，可以来看一下，现在是这样一个效果。当然的话，我们还可以让这个角的话变成一个圆角，也没有问题。往下面拉，它这里有一个边框圆角，看到没有？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设成，比如说设个50，它就变成一个圆角的一个显示方式了。接下来我们再加第二个，比如说浏览课程，那这个我们来设置一下。这次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点在上面点击右键，这里有个复制到对象下，我们直接点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更改一下里面的文字，比如说叫做浏览课程，点击一下它，把这里改成一个浏览课程。在上面的话，我们可以加一个标，在这里有个图标，我们点击这个图标库。你这里比如说我搜索一个箭头的一个英文，有很多图标，比如说向右，我选这个插入一下 ，OK， 我设置一下，点击右，把它调到右边来就可以了。方法很简单的，我们再来更改一下它的背景颜色，比如说改成一个黑色，背景颜色我们改成一个黑色，很简单，点一下它，点击样式，我们这里背景颜色，可以这里是渐变，不需要渐变，我们需要一个经典，选经典，这里颜色我们选择一个黑色。字的话，我们需要把字的话改成一个白色。文本颜色的话，我们改成一个白色。好，大家看这个颜色的话，已经变成白色了。当我们悬停在上面的时候，你看悬停上面，它变成一个白底黑字，那我们也可以点击悬停，悬停的上面我们的话改成一个白色。那文字的颜色的话，就变成一个黑色了。这样的话，差不多就设好了。你看这上面，当我们放在上面的时候，它变成一个。它就会进行变化，我们可以给它加个边框也可以。下面的话，你看边框类型，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实线。实线的话，我们的边框你可以边框的颜色你可以改一下。点击这里直接有一个颜色。你看我们就可以给它加我们就可以把它加一个边框的一个颜色。这个时候我们2个按钮它是在2行，我们现在需要把它加到1行里面来。那我们点击这个9个点，点击这9个点，我这里拖一个容器进来。拖进来以后的话，我们打开这下面有一个导航器，我们点一下它，我们可以看到这些2个按钮的话，它不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拖进去，直接往里面拉。第2个按钮的话，我们也直接把它拖进去，往里面拉。更改一下它的顺序差不多拖进来，大家看到还是没有进来，没有关系。我们点一下这个容器，点一下它，一定要把左下角这个导航器打开，点击容器，你点才会有效果。点一下，我们点击这个布局这里有一个方向，我们点击行水平点这个，它就会自动的话跳转到我们这上面来。我们点了这个行水平以后，它就会自动跳转到这上面来。可以点击左下角这个，我们可以点击左下角这个更新按钮，把它更新一下。更新好以后，我们点击这个按钮，把它收过去。我们来看一下大概的一个效果。这个的话，我们已经有这种效果了。接下来我们再设置一下我们右边这个图片。这里面的图片的话，我们可以来到比如说 Pixel 里面它有非常的图片。比如说我们搜索一个学生它里面有很多照片，那你可以在里面来下载一个照片。比如说你觉得它这个可以，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它，那点击这个按钮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点击这个免费下载，下载下来以后的话，我们需要把它给背景给去掉。背景的话，我们可以来到 Google， 我们可以搜索一个关键词叫做 background remove， 可以这个 remove.bg 这个网站，把我们刚才下载好这个图片的话，直接拖进来，直接把我们这个图片拖进来。这个时候它就会直接把我们这个图片的背景给去掉。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背景已经去掉也好，我们点击这个下载，把这个图片下载下来就可以了。当我们的图片下载好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在右边的话就可以把它传进来。有风之前用到这个图片的话，是我用 AI 生成的，它不是一个真的人我是用 AI 生成的。那我用 AI 的话，生成了非常多这样的一个人有很多这种清纯的一个小美女，就像一个学生我生成了很多这一张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用我 AI 同时生成了几张。我选的比如说第3张，我点了一下U3，它会帮我放大这一张，我用 AI 生成，在浏览器中打开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用 AI 生成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美女的一个图，用 AI 生成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 AI 的一个美女图片同时我们可以来到这个网站，
同样的把我们刚才这个图片我们先保存下来，保存到点击右键保存到我的电脑上以后，我们选背景，那我们点一下这个按钮，再点击左边这个背景覆盖，再点一下这个笔，点一下这个经典这个笔，这里的话可以传入我们的图像，点击选择图像，把我们刚才的图像的话上传进来，这张选择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女的话也被加进来了。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显示的一个尺寸，比如说自动，这里有一个什么覆盖，我们可以选一下。这里还有一个包含啊之类的，它可以这里的话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写。这里的话我选择这里有个自定义，自定义的话你可以自己来设置一下你这个图片显示多少宽。这里显示尺寸我选择一个覆盖，把它稍微变小了。这是一个不透明度，就是我们图片的不透明度，我们可以改成1，就是100%。显示尺寸我们可以选择自定义，自定义的话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宽度，比如说我显示这么多。背景重复的话，我们选择这个不重复它只会显示一个美女。大概设置一下这美女的一个位置。右边的一个定位的话，这里我们也可以来选一下定位，这里我们点击一下它，这里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比如说哪个位置，最好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自定义，那我们可以来直接拖动一下，你想让它展示到的哪一个位置，比如说我让它在这个位置。那 Y 坐标的话就是它上下，你看这里可以调。这个地方有一个关键比较有一个东西，大家的话一定要来设一下。我们点击这个9个点，这里选择一个间隔，间隔的话我们直接把它拖进来。好，拖进来以后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我设成一个450，或者说你设成一个500，它会控制一下我们这个图片显示的区域。比如说我设成450、480吧。OK， 这就是我们显示的一个区域。我们选中这个最右上角这个点，点一下它，那也就是你把导航器打开，那就是我们最顶上这个容器，你点一下它，记得一定不要点错了。点了这个几个点以后，我们点击布局。布局的话，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布局的这个负轴对齐，这里我们选择一个居中这下文字的话它就会跑到中间来，和我们这个美女的话正好可以都是一个中间的位置。那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美女这个背景。美女这个背景图的话，我们可以用 Canva 的话来帮我们设计一下。我们打开 Canva 的话，它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在线的设计。即使是你不懂 PS， 那么也可以用这个软件来设计。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工具。第一次进来，我们点击这里有个自定义尺寸，比如说我设成一个1980。乘以一个700 ，OK， 大概的话就是一个尺寸。点击一个创建一个新的设计，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元素这里我们拖入一个形状，把它拖进来。那我们这个形状的话，这个形状的话，我们选择这个长方形。我们来到我们这个 Scale 器，我们要用这个绿色。首先我们来吸一下这个绿色，好，我已经获取它的一个颜色代码了。我们来到这个后面，我们把它颜色的话点一下它，更改一下，点击这个加号，把我们的颜色粘贴进来。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背景，我们可以拖动一下它，可以拉到右下角，我们来旋转一下，再可以把它变大那么一点。好，这样的话你这个幅度也不用这么大，可以再稍微过来一点。好，挪到最左边，我们可以点击右键，这里有个复制，点一下它它又会帮我复制一个。这次的话我们可以换一个颜色，我们来到这 Skillshare 这个网站。比如说用过它这种灰色吧，我吸一下它这个灰，因为他们这种大型平台的话，他们的一个配色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我们直接超过来就可以。颜色代码我已经吸到了，同样点击这个颜色，点击这个加号，把我们这个颜色代码粘贴进来。这样的话，我们颜色的话就加进来了。可以挪动一下它的位置，比如说右边是灰色，左边是绿色大概的话就是这样一个样子。设置好以后，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分享以后的话，我们直接点击这个 download 下载，我们选择这里选 GPG 吧，把它下载到我们的电脑上就可以了。下载电脑上以后，接下来我们来传到我们的网站后台来。我们点击这个里有个9个点，一定要设置这个导航器，大家一定要确定你点的是这个最外面这个容器，我们是设置外面这个容器的一个背景。点击它以后，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样式，和刚才一样，这里点击一个背景覆盖，点击这个经典，把我们刚才的图片的话传进来。我们刚才已下载好了，直接往里面拖就可以了。这里的话正在一个上传以后点击一个选择，你可以看到这个背景的话已被加进来了。加进来还有不透明度，这个不透明度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拉到1，让它100%显示。
它显示的位置的话，你可以更改一下，比如说覆盖，它就会往我们这个左边挪动那么一点点的一个包含这个，它每一个的话，它效果不一样，我们选择这个覆盖就可以了。设置好以后，记得点一下这个左下角的更新。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看，我现在这个顶部的话，其实已经有一点我们刚才这个网站的一个效果，是吧？啊，这边这个地方有点超出来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来看，如果这边有点超的话，没关系，你把它内容的话，你换一下行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它应该就不会超了。如果还有超的话，你再继续换一下行，你把它换成3行，啊，这次的话就没有问题了。啊，设好以后记得点一下这个更新。接下来我们来做我们第2个区域，叫做比如说精选课程这个区域，直接可以来下面继续操作。来点击这个加号，点击这个弹性盒，我们选择这个。向下左边的话，我们把我们的一个文本的话直接拖进来，这里输入一下，比如说我们的精选课程样式的话，你可以让它居中。啊，这个颜色的话，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如果说你每次想让它拖进来颜色不一样，那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全局的一个，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全局的颜色。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按钮，这里有一个站点设置，那这里有个全局的一个颜色，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比如说我们主颜色改一下，点一下这个，我们来吸一下。比如说我们主颜色，你想要它上面这种灰，就是 Square Share 上面这种灰，我点击这个，先把它的颜色的话取下来颜色代码，然后再回到我们的页面啊。加进来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的主颜色，就是这个颜色了。点击一下更新，好，更新好，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叉。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颜色的它已经进行更改了。以后主要我们拖进来的颜色啊，这都会是这种颜色，我们不需要每次都进行一个更改。来点一下这个笔，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排版。排版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字号的话，你可以直接拖动。比如说我设成一个40啊，差不多了。它的一个行高，那我们也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这个位置啊，大概差不多。下面的话还有一排小的字，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一下它。同样的点，直接9个点。这次我们拖入这个文本编辑器，放在它的下面，把我们的子文字的话加进来就可以了。那如果超了的话，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高级，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外距。先把这个点一下，比如说距右边50，距左边。比如说50啊，这个还是150多一点点，样式我们点着一个居中啊，差不多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样子的话，它会自动的话在我们中间的一个位置。那如果你还想让它再往里面靠一点的话，那你把这个稍微设多一点，比如说200，这边的话也改成200，啊，它就会越往中间走那么一点点。好，接下来我们需要加入我们下面的课程，让它显示进来。那同样我们点击这个9个点。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搜索一下这个，比如说这个 list 就是这个课程，直接把它拖进来。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课程的话，它会自动的话被加进来。那这是我们刚才传的一些课程，它会自动的话被调用进来。那左边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是否需要一个。那左边的话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些基本信息，你要不要封面图？那你这里可以设置一下。那你需不需要这个评分呢？这里你不需要，你把它勾，它就没有评分了。打开的话就是评分。需不需要我们这个网的这个头像？你不需要的话，比如说作者你不需要，你就可以把它关掉，是吧？这个头像你不需要，你把它关掉。反正总之，左边的话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个区域你想显示的一个效果。这个地方的话都非常简单啊，我们需要设的其实并不是很多。我觉得用它这种默认的话，其实效果看起来可以。比如说这里有样式，样式这里有个卡片。那我们来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它的一个边框的一个类型，那你这里都可以设，这些都非常简单。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多去尝试一下。这里的话我就不过多的一个讲解。左边这个内容布局，那这里面有显示的方式，我们可以点一下它。你比如说你可以换一种显示的一个模式，比如说我可以选择这个，那你每点一次，你看它都会稍作变化一下。覆盖的话大概就这个样子啊。我觉得用它这个经典的话，其实就很好看了。设好以后可以点击一下这个更新一下。在下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查看全部课程，那我们可以来把它加进来。同样我们把我们上面的一个按钮，这个按钮的话，我们是可以加链接的，因为我们刚才没有加链接，我可以给它加一个。我们先来到我们的一个首页，首页的话，我们点开后面的话，打一个斜杠，后面加上这个课时，
这个课程的英文，然后按一下回车，你看它会来到我们这个课程的页面。我们需要的话就复制一下这个链接，可以点击它以后会跳转到我们课程的一个链接。复制它以后的话，我们来到后台这里有个马上学习或者这个浏览课程，点一下它，我们可以设置，比如说内容这里有个链接，我们把这个链接的话加进来。马上学习，比如说我们也可以，比如说加个链接，方法都是一样，把这个直接加进来就可以了。那就接下来我们需要复制一个，点击一下它，上面点击右键这里有个复制，复制好以后，我们直接走到这个地方来点击一下粘贴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的话会被加进来，我们可以让它居中，跑到中间来。这个上面的字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点一下它以后，点击左边这个内容，也可以设置一下查看全部，改成一个比如说查看全部课程。当有人点了这个链接以后的话，我们可以试一下，我们更新一下，点击这个眼睛预览，我们点一下它，你看它就会跳转到我们这个课程页面。大概的就是查看全部课程以后，我们来下面有一些实例的一些展现，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 Skillshare， 它这个下面也有，比如说它有多少课程，有多少讲师，有多少会员评分多少，它这里面都有写。那我们也可以来制作一个和它相类似的这样一个区域部分。那首先的话，我们需要点击这个加号，我们点击左边这个弹性后，这次的话我们需要加入，比如说示列这个，点一下它我们可以放上4张图片。4张图片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些图标，就像这种图标。那这种图标我们在哪里找呢？这里有个网站叫做 Flattr， 这里有个网站叫做 Flattr.com， 这个网站里面的话有非常的图标，我们可以在里面进行一个搜索下载。比如说我搜索一个 Office， 一个办公室。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以用你的邮箱来先注册一个账号。注册账号的话，你注册账号以后，你就可以下载。比如说上面有很多这种图标，我选择一个图标，比如说我点击它，点它以后，我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编辑。编辑的话，我就可以更改一下这个图标的颜色，改成红色、绿色、白色都没有问题。这边的话，你可以想改什么颜色的话都改什么。改好以后的话，比如说我需要黑色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改好又点击这个 download 直接把它下载到你的电脑上就可以了。点击下载，这里的话选择这个PNG，这里选择一个512尺寸，这里点击一个免费下载，点一下它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图片就下载下来。以此类推，我们可以多在里面来下载一些图标，因为它里面的图标太多了，你想要什么样的图标，直接在上面搜索就是了。比如说我搜索一个电脑它里面就有很多这种电脑的图标，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可以，我点击它这里的话也可以直接下载。如果你不想更改颜色，直接点击这里，可以直接下载，选这个PNG，点击这个免费下载，这样你看我们图标的话就下载下来了。下载下来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先把图标的话点击这个加号，我们可以拖动一个图片进来。图片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刚才下载好的一些文件的话，比如说我刚才下的话，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刚才下的好的，点击一个选择它就会被加进来。尺寸的话，我们可以稍微跟它更改一下。宽度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设到个30%应该就差不多了。下面的话，我们需要加一个计数器在下面。因为我们每次刷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数字，你看它会从0的面慢慢变成一个变成我们设置的一个数据。那我们点击左边这个9个点一样的，我们这里搜索一下一个计数器，对，你打一个计字，它就会出来，拖到它的下面来。这里的话你可以填一个，比如说它这里有1500门课程，Skillshare 上面它有多少课程，你看人家上面都有写，那我们可以模仿着走。比如这个数字结束的数字，比如说我设个1500，它结束的数字，修饰数字，这里我们可以改一下。这里标题的话，我们改一下课程，比如说我有1500门课程，这里的话就可以改。这个字的大小的话，你也可以改，点击这个样式，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数字。数字的话，你点击这里有个排版，可以把这个字的话稍微改大改小一点的可以。我改成一个50，差不多就可以了。后面的话方法都是一样的。我们点击这个加号，把这个图片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点击9个点，直接往里面拖，点击9个点，直接往里面拖。拖好以后，点击这个笔，我们来更改一下它里面的图片就行了。所以我们之前创建好的一个图片，这个也是之前创建好的一个图片，直接拖进来。拖进好以后，比如说我们复制一下，比如说复制。那我们点击上面点击一下粘贴，点击右键这里有个粘贴样式，我们看一下它会自动的话粘贴样式
它直接会复制我们刚才的样式，把它复制过来。啊，下面这一段我们也可以直接复制，来到这里粘贴，直接粘贴过来，点击右键直接粘贴可以了。后面的内容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会员、专业讲师啊、评分都可以。啊，比如说第二个我改成一个会员，点击这里改成一个会员。第三个的话，我可以改一下，改成一个专业的一个讲师、专业教师。后面的话，我们看一下，改成一个评分，都可以。左边的话，我们都可以来更改一下。比如说你有多少会员，你这里可以设一下。比如说我有3000个会员，教师的话，比如说我有300个教师。评分的话，我们这里也可以设成一下，比如说我是4.88，OK， 那最后的话就会以这种数字结束。啊，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差不多设好了。那你距上面的距离的话，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下，点击这9个点。如果你没点中，你点一下这个导航器，一定要确定一下，选中最外面这个导航器才可以。大概的就是这9个点，选择这个高级。外距我们来可以设，先点一下这个比啊，我们只需要距上，比如说100啊，它就会。距下的话，我们也可以设成100啊，它距下面的话也会稍微远一点。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背景颜色，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背景颜色也是这种灰调调的这种颜色，略带那么一点点灰。那我们点击这个吸管，啊，把我们吸一下这个灰色的一个代码。啊，吸好了，我们来点击这个9点，我们点击样式，这里有个背景覆盖，我们选择这个经典，我们颜色的话把它改一下就可以了，点这个笔啊，粘贴进来。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底的话变成有一点灰色的这种底了。那我点击一下更新，点击一下这个按钮，3角我们来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首页的话大概的话是长这个样。啊，接下来我们还继续设置。啊，最下面的话这里的话我们有一个邮件的一个列表，那我们来设置一下。同样的话我们一样的点击这个，先把它收回来，点击9个点，拖一个容器进来。同样的我们点击这个加号，增加一个容器，点击。容器进来以后，我们点击这个9个点，拖动一个标题进来。比如说，我们获取15%的优惠，请订阅我们的邮件列表。我把这个字的话打进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换一下行，比如说换成2行，好，它会跑到下面。样式的话，我们点击一个居中。样式的，我们点击一个居中。这里有个高级，高级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外距。先点一下这个，比如说距右边50。距右边，比如说200，距我们的左边的话也200呗，啊，它会自动的话往下面收，比如说205，这边是210，210，好，我这差不多了，我距离210，那差不多，距左右两边都差不多，而且是居中的。间距的话，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因为离得太拢了，点击这个排版的话，这里有个字符间距，这里有个行高，我们来设一下。OK， 这样的话就差不多了。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下面这个，邮件订阅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邮件系统，不是说你这里随便输一下都可以进行一个邮件订阅。那我们这个邮件系统的话，它不仅可以收集我们的一个访客的一个电子邮件，而且它还可以进行一个全自动的一个邮件营销。那我们要用到的这个网站的平台的话，叫做 Omison 的话，它就可以帮我们进行一个全自动的一个邮件营销。那第一次进来的话，我们可以先进行一个免费的一个注册。那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开始一个免费的一个试用。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Gmail 邮箱登录一下。登录好以后就是它的一个后台。我们回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回到我们先打开我们首页，点击左上角这个 W， 可以回到我们的后台。我们搜索一下它这个插件，来到左边这里有一个插件，在这里点击增加插件。增加插件的话，我们这里搜索这个 Omison 的，我需要把它这个插件先安装到我们的 WordPress 网站里面来。那我们选择第二个，点击一个立即安装。好，安装好以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启用。启用，如果你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看到，那我们点击一下刷新一下。刷新好以后，你可以看到我们左上角有一个 Omison 的，我们点一下它，这里有个邮件这个信息。我们这里点击一个连接到我们这个 Omison 的。这里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因为我们刚才账号的话已经创建好了，我们可以跳过这一步，我们选择直接进入第二步，获取我的 API， 可以点一下 Go to， 点击第二个，它会来到我们的 Omison 的后台。Omison 的后台以后，我们左边的话这里有个左下角这个连接到店铺，点一下它。因为我之前已经连接过了这里如果你想连接到多个账号，也可以点击这个连接到我们的一个
账号。这里的话有个 store， 我们点一下，这里点击一个增加新的一个店铺。你输入我们的一个网址，比如说我这个是我们的网站的首页，我们复制一下它。那平台的话，我们选择这个 WordPress， 选择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名字，这上面的话你就随便写就可以了。那下面的地址的话，那你就把它这里的话，你可以随便先填一下。填好以后点击这个增加这个店铺，点一下它，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店铺就增加进来。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访问，这里点击连接到你的店铺。我们这里的话选择下面这里有一个 WordPress， 点一下它。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复制一下这个 API， 可以复制好以后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回到复制好以后的话，我们来回到我们 WordPress 来粘贴进来，点击一个连接。这样的话，你看这里已经连接成功了。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来到 Go to 这个 Omnisend， 我们来到我们的 Omnisend 的后台。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些品牌的一些信息，因为我们要给他们发送电子邮件，那我们也需要设置一下。点击设置一个品牌的一个形象，这上面的话是我们的 logo， 你这里 logo 可以更改一下，里面显示的一些文字信息，那你都可以改。你需要什么颜色，你这里都可以改一下，比如说绿色、红色那些都没有问题。那个字体的话，你也可以改。这个就是我们发过去的一个大概的邮件的一个样式。下面呢可以加上一个你社交媒体的一个链接，比如说我加上我的一个油管的链接，把我油管的一个首页地址复制过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你看这下面的话，它这点一下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一个社交媒体的账号。你下面的话，你还可以加其他平台的，那都没有问题。那你有多少平台，你都可以把它加进来。设好以后，点击这个保存品牌的一个信息。那这里没有，我们先把它删掉吧。几个保存，下一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下我们的一个，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收集我们的邮件列表，那我们就选择第一个就可以了。点击一次就是它，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样式啊。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样式，没有关系，我们点击这上面，直接点击关掉就可以了。先把它关掉。那我们可以点击顶部这个 form， 点一下它。那我们可以点击顶部这个 form， 点一下它，然后这里也可以创建一个表单。那这里的话，因为我们只是做邮件的收集，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比如说邮件收集。那如果你是做电商的话，这个也可以给你发送一些电商的优惠信息，因为我们做课程也相当于是一个电商的一个行为。点击个收集邮件列表，这里我们选择一个嵌入式，也可以用这种弹出式，它在我们页面滑动的时候，它会自动弹出来。这种弹出式我不是很喜欢，所以说我们用这种嵌入式的，选择这个。那里面有几种样式，我们可以来选一个。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好，我就用这个模板。那这个模板的话，上面的信息的话，我们可以不要，因为刚才的话，我们已经手动设置了我们上面所需要显示的文字信息。那我们可以把上面的话点一下它，把它删掉。这个点一下删掉。那我们只需要下面的一个区域。下面的区域的话，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显示的一个颜色。比如说这个颜色，我跟它改成一个白字，因为我等一下会弄个背景，如果是黑字的话，可能看不清。点击这个地方，右边的话，这里有一个点击这个字段设置，点一下它，往下面拖了一个前置文本的颜色，我们点一下它，我改成一个白色 ，OK， 差不多了。好，现在的话，我们点击这个按钮使用，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获取到它这样一段代码，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一下就可以了。那刚才这里我们来复制一下它的一个代码，我们点进来。这里就是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代码，我们复制一下它。那复制好以后的话，我们来到我们这个后台的话 ，WordPress 我们点击左边这9个点，这里我们搜索一个减码，把它拖到它的下面来，然后把我们刚才这个码的话粘贴进来 ，Ctrl 加 V 粘贴进来。好，我们可以更新一下，我们来预览一下效果。点击这个眼睛，我们来看一下，往下面拉。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有一个邮件注册列表？那你看不清这个文字，那没有关系，等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来设置一下。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点一下它，这里的话你可以输入一些文字，比如说你的邮箱，我们可以把里面的字的稍微改一下，这个字的改成一个注册，改成中文的，更新一下就可以了。那边更新以后的话，我们这边的话，它也是自动更新的，我们不需要更改。你看这里是不是变成了这个注册，变成了一个注册，变成我们中文的了。接下来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背景，因为的话，这样的话看起来太单调了，我们给它加一个背景，点一下这个9个点，点击这个样式，同样的话点击这个背景覆盖，点击这个经典传一个背景进来，随便传一张。比如说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字的话改成一个白色，我们先把背景的
点击这个点，点击这里有个背景覆盖，我需要把这个不透明度话稍微改一下，改成比如说稍微黑一点。这的话字的话，你点一下这个字，我们把字的话改成一个白色，点击这个排版，我点击这个文本颜色改成白色 ，OK， 差不多了。字如果太大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小一点，点一个 B，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小那么一点点。OK， 字的话颜色我们可以改。这个背景的话，它的一个显示方式我们也可以是背景覆盖这里，我们可以比如说改成一个覆盖 ，OK， 这里的话你可以更改一下。这个字的一个间距我们可以来改一下。我们点一下这个文字，点一下这个笔，点击高级，比如说外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50。我们可以离上面的话稍微远点，100都可以。比如说上面改成一个50吧，下面的话我们改成一个100。OK， 这样的话我们显示的这个区域的话就会更大一点。更新一下，我们来预览一下我们首页的一个效果。点击这个眼睛，我们来预览一下。下面呢，距下面呢有点远了，我们不要这么远。点一下这个 B， 点一下这个 B。距下的话，我们改成一个50吧，刷新一下看一下。那你看，现在应该差不多了啊！只要有人这里输了邮箱注册，那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欧米森的后台的话，就可以收集到他的一个电子邮件。我们来可以设置，比如说有人注册好，那有人在我们的网站里面留下他的邮箱以后，我们来进行一个自动的一个邮件发送。好，接下来我们还先回到一下我们欧米森的后台，这里的话它有第二步，它还要求它，比如说输入它的一个电话号码啊。如果你这一步不需要的话，你可以把它删掉。那我点击这个笔把它删掉，这里的话我就没有第二步了，直接来个成功啊，后面有个订阅，这样的话让我们整个步骤的话稍微简单一点啊，点击一下更新就可以了。这里有个自动化，那一旦有访客在我们的网站里面留了他邮箱以后，接下来的话我们的系统的话就可以自动给他进行一个邮件营销，就会对它进行一个自动的一个邮件营销。那接下来我教大家来怎么样来设置一下。我们来到欧米森后台，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自动化，这里开始一个设置一个工作流程。那这里我们点击右下角的一个继续，我们这里的话可以设置一下，我们只发送一个邮箱啊。第一个的话还可以发短信，我们选择发邮件，我们选择发邮件，点击这个开始。好，这里右下角我们选择显示我的工作流程。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工作流程的话就已经设置好了。我们点开来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工作流程。啊，它这上面的话帮我们工作流程已经优化好了。第一个的话就是一旦有买家的话进入我们网站以后，留下了他的一个电子邮件，那等待1分钟以后的话，我们的系统的话就自动会给他发送一个邮件信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邮件信息长什么样。这里有个编辑内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邮件内容啊，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里面的一个内容。如果你是中文，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一个中文。我们把这个邮件内容的话翻译过来来复制一下它。回到这里，我们把里面的英文改一下，改成一个中文啊。感谢你订阅我们的一个邮件通讯啊，我们非常高兴你的加入啊，等等等等。就是这个的话可以改一下。好，下面的话可以改成一个访问我们的网站。OK， 这样的话就差不多，我们可以发布更新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有没有生效。OK， 我们打开一个无痕窗口来测试一下。打开我们的网页首页啊，我这里填入一下我的一个邮箱号。好，点击一个注册。那这里的话，它还要求你输入什么电话号码，我们不需要的话，那我们先把这个改一下，把电话号码给去掉，先把这个关掉。来到我们的模板，那第二步，你看这里需要我们输入一个电话号码，我们点击这3个点把它删掉，不需要，然后更新一下，这里再填入我们的邮箱，点击一个注册。好，这里的话它已经感谢你的注册啊，等等。这个时候我们的邮箱的话，等一下的话就会收到一个电子邮件啊。这个字如果看不清的话，下次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背景的话改成一个稍微白色的一点背景，那这个地方就看得清楚了啊。我的邮件里面邮箱已经收到，给大家看一下，可以看到啊，我们留下的邮箱已经收到了，它还自动的帮我们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那以后的话，我们的 OmniSend 的话就可以，我们这里可以设置一个自动化，它可以全流程的帮我们自动进行一个邮件营销。啊，这个地方的话，这个是一个活动，那我们可以在里面呢生成一些活动。啊，生成活动以后，我们设置好工作流程以后，啊，系统的话它就会自动的运行一个邮件营销。相关链接的话有欧米斯的这个链接的话，有风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一下。现在我们手机的话已经设置的差不多了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话，其实有很多人他是通过我们的手机端进行访问的。那我们可以点击我们电脑上的右键，这里下面有一个检测。检测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来看一下我们手机端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手机端的效果大概是这个样子，还有点乱，有点混乱。那我们需要来更改一下。我们怎么来更改？来到我们这个设计页面，左边的话，我们这里有个响应模式。这里的话，我们点击一个手机端。那我们更改手机端的一个内容的话，它不会影响我们电脑端的一个显示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改，没有问题。现在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我们手机端的话是有一些错乱的。现在我们来点击，我们从上到下来依次来改。我们点击这个有点大了，我们点击这个笔，我先让它居中，点击这个排版，我们把这个字的话稍微调小那么一点点，往左边拖，好，然后再把这个行高的话再稍微拉近那么一点点，差不多了。这上面的内容的话，对齐方式我们选左对齐或者居中对齐都可以，我们可以选个左对齐，感觉好看一点。下面这个字的话，那如果大小的话不合适，我们也可以调一下，可以点击样式，这个笔一样的，也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改成一个12。啊，没有问题，这个字稍微小啊。这两个字这一排的话，我们可以让它居中对齐。点下面这一个的话，我们点一下这个，可以让它稍微的话居中就可以了。这里点击这个布局里面的一个居中就行了，让它居中。下面这个人的话，我们可以不要的话怎么设置呢？我们点击这个高级，高级拉到最下面有一个响应室，这里我们这里可以在手机上隐藏，手机上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隐藏。好，这个时候我们手机端的话，它就不会显示这个美女了。我们可以来更新一下，我们来我们的首页的话，给大家看一下。打开我们的首页以后，我们点击右键，这下面有个检测。检测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手机端。你看，刚才我们设好以后的，它这个人就不见了。那这个上面可以手机，我们可以显示，比如说啊，你是多大尺寸的手机，这边的话都可以调。不同尺寸的手机，它可以看出不同的一个效果。那如果你想回到我们电脑上，你点击这个就可以在手机和电脑上进行一个切换。那接下来我们跳来下一个部分，下一个部分我们看到这个字的话，它一直往下太多了，我们点击这个清一下，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字的话就跑到上面来了。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左右的一个距离，比如说距左的话，距右我们显示一个10啊，这两个的话我上和下改一下，只要左右距离边上10就可以了。好，下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课程啊，这一部分没有问题。我们接下来往下了，全部课程这里也没有问题。啊，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稍微改一下，让它有点大。我们点一下这个比，那比例的话，我们可以开成一100%比。我们这里比如说设成一个50%。啊，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可以改，比如说先选成100%比，这里改成50，让它在一排显示。这个的话也改成50%，啊，以此类推啊，这个也是改成50%。好，这个区域你看它也，啊，这里看起来也非常舒服。如果字太大的话，点这个笔，你可以把它稍微改小一点就可以了。那我觉得这样没有问题，还可以。啊，最下面这个部分也有点乱了，我们点一下这个，来点到这个高级，这里点击一个清除一下。那这个距离的话，内距我们也改一下，我们点一下这个笔，点一下边上这个笔，点击这清除。OK， 我们就可以跑到一排来了。现在这个字有点大，我们把它变小一点，点击这个排版这里，把这个字号的话稍微拉那么小一点。好，然后行高的话我们再改一下。好，这样的话应该就差不多了。好，我们来更新一下，我们来预览看一下效果。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手机端，我们来刷新一下，看一下效果。同样的话，我们这中间是平板端啊。我刚才说我们更改手机端的一个效果以后，它不会影响我们电脑端，我们电脑端它还是怎么样。接下来我们更改一下平板端啊，原理的话和我们刚才改手机端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上面的话这个字你觉得太大的话，你可以调小一点，点一下它，点击这个排版，我们把字的话稍微小那么一点。好，行高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让它稍微近那么一点。好，这样差不多了。啊，中间这里没有问题，没有乱的地方我们就不用管它。这个字的话有点大，我们点一下这个笔，我们可以把这个字的话稍微改小那么一点。OK， 这样差不多了，改成一个20吧。行高的话，我同样也改一下。好，这样的话就差不多了。啊，同时点一下再更新。啊，我们平板端的一个效果的话已经设置好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网站的话还可以写文章，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我们网站里面建一个博客的一个系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之前建网站的博客，比如说是右上角有个博客，
我们点到它以后的话，它会跳转到我们一个博客页面。博客页里面有文章，我们可以看一下相关文章啊，这就是我们写文章的地方。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先回到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在首页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 W。那来到这个页面以后，我们点击页面，这里新增页面。新增页面的话，我们首先需要建一个博客的一个页面。这个名字叫做比如说博客。点了博客以后，我们这里点击模板。模板这里的话，我们改成一个，我们点击这里有个设置。设置这里有个阅读，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文章页这里改成我们刚才的一个博客的一个页面，点一下它，点击一个保存。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写文章。我们点击增文章，这里有个所有文章，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如果之前有文章的话，都会显示在里面。这个时候 WordPress 默认的话有一篇文章，我们把它移到回车站，这个不需要。左上角我们点击这个新增文章。文章的话，我们可以叫 GPT 来帮我们写一下。我们打开 GPT，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里面有关于什么 Python 的一些教程，可以写一些，比如说关于这个编程方面的一些文章。我说，请帮我写一篇关于后面的话给上你的一个主题，关于什么编程的一个文章的主题。下面的话有我们的一个文章的标题，你可以直接复制过来拿来用，粘贴进来。下面是一个文章的形式，你看已经帮我们写好了。我们要做的也就是复制过来就可以了。点击左下角这个复制，来到我们的后台，点击一个粘贴，这样的话我们的文章的话就粘贴进来了。这些文章这个颜色，如果你想改，你可以选中它，你可以加粗这些都没有问题。文章的右边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分类，比如说这个是关于一个新增分类，这关于一个 Python 的一个文章，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名字弄过来。我们可以新建一个分类，下面的话还可以有一些标签，比如说你文章的标签，你的文章是包含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我这个是关于什么函数之类的，我们这里你可以加进来。标签的话就是跟你文章稍微相关的一些内容。这里的话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个我们这个文章的一个特色图片，点击一下它。有时候你点的是这个设置，你就看不到。我们点击这个，再点一下它这里有个区块，有个文章，我们点文章。这里的话就会出现我们的设置特色图片，点一下它，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封面图，就是我们这篇文章的封面图，设置一下。设好以后的话，我们直接点击发布就可以了。发布好，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查看文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文章的话显示的一个大概样式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写好的一个文章上面是我们的标题，下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文章的一个内容。用同样的方法，你可以点击这上面这个加号。用同样这个方法，你可以左边文章新增文章，继续写下一篇的一些文章。方法都是一样的。现在有了 GPT 的帮助，我们写文章也是非常快。你写好以后，你稍微更改一下就可以了。比如说再来几个标题，GPT 的话会根据我们的内容的话，比如说又帮我们想好了几个标题比如说这个，请根据后面这个标题再写一篇文章。直接发送给他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他会帮我们写。我们要做的就是重复刚才的一个步骤，可以把我们的一个标题加进来，后面的一个文章内容的话全部的话加进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操作一下，我先往里面的话多加几篇文章。好了，我刚才的话写了3篇文章大概的话都会在这里面进行一个显示。那我可以点击这个查看按钮，我可以来看一下它里面文章的一个类型。这里面就是我们写好的文章。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做我们下个页面，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这个是我之前建好的一个网站。关于我们的页面的话，你可以里面对我们的一个网站、我们的团队的话进行一个简介。我们来这么做，我们先来建一下。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我们点击左边的页面，点击一个新增页面。新增页面这个标题的话，我们可以改成比如说叫做关于我们右边的话，我们点击这个按钮。这个模板的话，我们改一下，这里一定要改成一个 Elementor 全宽这个一定要改成这个。好，改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一个发布。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使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关于我们页面，这里面主要介绍一下你的公司你的使命，大概就这些信息还是非常的重要。来到 Elementor 的一个后台的话，那我们点击这个加号，可以把我们之前的已经好的一些文件的话传进来这个文件的话，我会给大家一个 Google 网盘的一个下载地址。那这个链接的话，我已经下载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这个链接。打开这个链接以后的话，
左边第一个就是图片，图片的话就是本期有风用到的所有的一些素材，我都放在里面。那右边的话，我们可以点开这个 Page， 我们把这个文件夹点击这3个点，那我们点击 Download， 把这个文件夹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以后，里面的话一共有4个文件。那大概的话就是这4个文件，等一下我们都会调用这4个文件，一个是关于我们联系我们，还有一个课程列表，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讲师的页面。我们现在做的是关于我们的页面，我们先把这个页面的话传进来。啊，你下载下来以后的话，你就会得到这4个文件。我们点击 Elementor 在后台，我们点击这个文件夹增加模板，然后点击一个我的模板，点击右上角这个上传，然后选择文件，把我们刚才这个页面里面有个关于我们的传进来，点击一个，这里选不再提示，点继续，点击启用。好，它这时候它就会把我们这个文件的话给传进来，我们这个关于我们的页面的一个模板。啊，它已经传进来了。这个时候我们继续点击这个上传，把我们其他几个，比如说联系我们的讲师的一些页面，我们先导进来，等一下直接插入就可以了。第二个的就是联系我们，这4个文件夹你都分别把它传进来，然后再点上传，再点选择文件，把我们第3个也传进来，再点上传，把我们第4个也导进来。好，我们这4个文件的话全部传进来，我们先把关于我们的页面点击右边这个插入，插入进来。因为这是一个现成的模板，你看插进来以后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更改一下上面的内容，比如说第一个点击这个笔，可以改成我们的故事。下面的话你可以改成相关的一个内容。那下面的内容的话，如果你不会写的话，那我们可以交给 GPT 来帮我们写。我们打开一个新窗口，那我给它提示是这样的：我正在做一个在线课程的网站，请帮我写一些关于我们页面的一些信息。关于我们的页面信息，我们直接可以来复制一下。那下面这段话的话，我们就可以来改一下。下面就是内容。那这里比如说有个背景，那这里就是一个，下面这个就是一个使命和愿景。那我可以去教 GPT 再帮我写一个背景和愿景和使命和愿景。GPT 的话同样会帮我们写。我们的背景是可以直接复制一下，把这个背景的话字的话改一下。而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愿景的话，也可以直接加进来。这样的话，我们上面2部分就改好了。左边的话，我们可以放上一张漂亮的图片，点击选择图像，我可以传一张美女的图片进来。OK， 这个看起来非常舒服。而下面的话呢，可以改一下。下面的话是什么让我感到骄傲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写一下，再写，比如说4个让我感到自豪的一些事情。我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我是全部交给 GPT 写好了以后，我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比如说第一个加进来优质的教育资源，同样我们把它复制一下，复制过来。下面的内容的话，我们也可以改。以此类推，把我们后面几个全部都复制过来。所有的一些内容，我们都可以叫 GPT 来帮我们写。好了，这个区域的内容的话，我们已经写完了。接下来的下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团队。那这里的话，你可以上传一些你团队的一些照片，你可以把它传进来，点击这个笔就可以更改。这里面的一些素材文件的话，我都放在刚才的谷歌网盘里面，兄弟们都可以下载下来用。这些信息的话，大家可以随便用，因为这个是我用 AI 生成的，不会有任何版权的一个问题。下面的话就是我们的团队，比如说这个美女，你可以改成她的名字，像丽丽，然后的话，她是做什么的，你可以写一下。说他是设计师，那后面的话，名字的话你都可以改，你改成你想要的名字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页面的话，差不多就做好。做好以后，点击左下角这个更新，可以点击这个收过去。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非常的简洁干净。点击这个收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下我们联系我们的页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联系我们的页面大概长什么样。点击一下联系我们。联系我们页面大概是这个样子，有电话有邮箱这些，我们来做一下。我们先来到我们的首页，同样我们点击这个 W 回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后台，来点击页面，这里点击新增页面，这个名字的话叫做联系我们。OK， 这边的话模板这里我们同样选一下，选择这个 Elementor 全宽，点击一下发布。发布以后的还是点击左上角使用 Elementor 进行一下编辑。同样的，把我们刚才的模板插入进来就可以了，不需要我们自己再去写一遍，不需要我们再去写。好，来这里还是点击中间这个增加模板，这里有个我的模板，这个是联系我们的页面。我们把第2个联系我们的页面来插入进来，插入进来以后，上面的话就可以来一个
改成联系我们，回到 GPT， 我说再帮我写一个联系我们页面的信息发送给 GPT，GPT 的话同样会帮我们写好，我们只需要复制过来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复制一下，点击这个笔，把它更改一下。这里的话，比如说我们改成一个我们全天候为你服务右边这边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联系我们。这里下面的话改成你的电话，也改成了一个电子邮件。电子邮箱这是我们的邮箱，这是联系地址。OK， 可以了。左边这个的话，我们把它删掉，因为它这个是英文，我们也要改一下。点一下这个，点击右键，这里有个删除，我们把它删掉。这个时候呢，我们点击左边这个9个点，这里搜索一下减码，把它拖进来，放到它下面。减码的话，我们需要来到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我们复制一下我们上面的一个名字，打开一个新窗口，点击左上角这个 W， 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的后台。这里有个联系，看到没？点一下它，因为我们刚才在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的网页里面安装一个联系的插件，这里有个代码，复制一下 ，Ctrl 一下 C， 回到这里，粘贴到这里来就可以了。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我们这里是不是它所有你的名字、电子邮件、主题等等都已经有了，非常简单。这个页面的话也不需要太复杂。点击更新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联系页面的话也已经制作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制作我们的一个师资团队、讲师团队。我们来先看一下大概长什么样大概的话就是这里面有我们老师的一些形象照片。同样的，我们来到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点击页面，新增页面。名字你可以改成一个讲师团队。那如果你这个是对所有人的开放的话，你可以再制作这样一个页面。在模板这里同样选择这个 Elementor 全宽，点击一个发布，发布好以后点击这个使用 Elementor 左上角编辑，点击这个增加模板，同样的我的模板，把我们的一个讲师列表的话这个插入进来，最后一个这加进来了上面的话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上面的一个内容，这些的话随便你写，你想怎么写，比如说我们的讲师资德才兼备，大概就这样。下面的内容的话，你可以改一下，比如说育人先育己，以身作则等等。下面的图片的话，你可以改一下，点击选择图像，可以把我们老师的图片的话加进来。点击这个笔的话，就可以把我们讲师的一些图片的话全部加进来。它下面的话一共有3排，一共有4排，你如果想少一点，你把它删掉就可以了。第二行的话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再加一些老师的图片进来。这下面的话是他的一个名字，你可以改一下，他是什么老师，也可以改一下。这个图片的话，你可以给它设一个链接，比如说一个讲师的一个链接你可以自定义链接。当有人通过点到它以后它会跳转到对应的一个讲师的一个页面。这里的话，我可以把链接加进来。左边的话，这里直接输入链接就可以了。下面的话，这里还可以传一张照片，这里选择一张照片，可以把我们帅气的美女老师放到这个位置。这里的话，他如果说访客他也想成为讲师，他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申请我也想成为讲师，他也可以来申请一下。下面的内容的话，你就可以改一下。点击这个按钮的话，它可以比如说进行一个申请。这个链接的话，我们可以来到我们后台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么先点击左上角这个，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来点击这个页面，所有页面。这下面有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我看是不是这个页面？对，就是这个页面，讲师这个页面，我们查看一下。把这个链接复制一下它，作为我们刚才这个申请这个链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点击这个设置，这里在新窗口打开，更新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链接打开以后它会是什么样的。你看这个链接打开以后就是这个样子，你可以填入你的信息，然后点击一个申请就可以了。好，全部设好以后记得点一下左下角的更新。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话差不多我们这个讲师页面都一样，但是现在我们导航栏上面的话没有。接下来设置一下我们的导航栏，回到我们的后台，点击这个 W， 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外观，外观这里有个菜单，我们点一下它，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上面的一个菜单。这里的话我们来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菜单名字叫主菜单，这里点击一个创建菜单。这里然后左边这里查看所有页面，主菜单里面你要显示什么内容，比如说首页、博客，还有一个比如说关于我们学员注册，还有联系我们讲师团队等等，这些你想要显示什么内容你直接加进来就可以了。点击增加到菜单栏，增加到菜单栏以后的话，那我们可以这里下面点击这个按钮，可以显示位置，点击这个主要的，点击一下保存。好，接下来我们点开我们的首页来看一下，点击左上角查看闪点。
啊，你可以看到上面的话会显示我们所有的一些我们刚才加的一些内容。那我们还可以改成这个样，你看让它显示到一个里面的下面也有，啊也没有问题，弄成这种2级菜单也没有问题。那怎么做呢？我们还是同样的方法，在线课程来到这个链接链到哪个地方，比如说链接到我们的课程页面，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它。课程的链接的后面就是这个，你把前面的网址换成你的，啊，后面加上这个单词就可以了。在这里添加链接，增加到菜单栏，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过来了。来，我们还可以加一个，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在线课程，在线课程在左边这里没有，我们可以自定义来一下。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我们在线课程的一个链接的话，那就是这个链接，前面的话改成你自己的一个网址，后面的话就是这个 course， 这个就是我们在线课程的一个链接。我复制一下它，来到这边，链接填进来，这文字的话你可以改成，比如说在线课程，点击增加到菜单栏，啊，它会自动加过来。加过来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再来创建一个页面，比如说公司信息，比如说填一个公司信息，啊，上面的链接的话，我们直接用井号键，井号键代表井号键，它点了以后不会有反应。我们先设个这个，大家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点击增加到菜单栏，我们可以把公司信息往上面挪那么一点点，在线课程我们可以挪到首页后面，公司信息的话，我们比如说把关于我们挪到它的下面，博客也挪到下面。作为它的一个2级菜单，这些呢我们都可以放到它的最下面。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了。我们点击一下保存菜单，我们来刷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来到我们的首页，你看这里有个公司信息，你看这里面就会有这些内容。后面的话是我们讲师团队，点一下它会跳转我们页面。公司信息关于我们，看是吧？我们的导航栏的话，大概设置方式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的一个博客的一个页面，还有我们的一个联系我们的页面。那这样的话，我们差不多做好了。我再回到我们首页，我们再拉到我们最底部。你看最底部的话，现在这里面空的有点单调。那我们要做成这样一个效果，就下面需要有些东西快速的一些导航。那我们怎么做呢？方法一样的，很简单。那首先我们需要设置一个底部菜单，这里点击一个创建一个新的菜单。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比如说底部菜单底部1，这里的话，我们点击一个创建菜单。好，然后点击查看所有底部菜单，比如说你想要显示什么信息，那你都可以把它加过来。比如说我想一些首页什么，学员注册我的账户结账等等都可以增加到菜单里面来。增加到菜单一定点击一下保存更改。点了保存更改以后，接下来我们来到另外一个页面，叫做一个外观。外观这里有个小工具，我们点一下它。小工具里面的话就可以来设置一下。那我们底部需要显示的哪些信息？第一个的话，我们可以来，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小工具，点击这个加号，我们可以点击，比如说来一个段落，段落里面会输入文字信息，比如说我的品牌信息之类的、电话之类的，直接把它粘贴进来就可以了。后面的话，第二个我们可以设置一下，第二个点一下，再点这个加号，我这里输入一个导航，这个导航菜单。我们刚才不是设好了一个菜单吗？有个底部1。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个，比如说这里叫做一个快速导航，再点击这个，再来一个，同样的话点击这个加号，搜索一个导航，方法都是一样的。如果你那里面之前已经建好了很多菜单，那这里的话你可以直接选，比如说还是一个底部菜单，这次的话我可以改变，比如说改成叫个资源，第3个再来加一个，再来输入一个导航菜单加进来，比如说客户支持都可以。那你可以在建菜单的时候多建几个，每个菜单的话显示不一样，这里都可以进行一个设置。全部更改好以后，记得点击右上角这个更改。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保存好以后的话，我们来到我们的一个首页刷新一下，可以看到是不是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它就会显示相关的一个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底部的话，这个就已经设置好了。底部样式设置好的话，顶部的一个导航栏的一个显示方式，我们也可以来更改。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左上角这个自定义，来到后台以后，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一个 Tutor Starter 选项，咱们点一下它，然后我们点击我们这个顶部，点一下 Header。顶部的话，它样式有4种样式，点一下的话，它会帮我们更改一下我们顶部的一个显示的一个样式。比如说这个是这个样式，我们可以换一个有过搜索的一个样式。对，这个有搜索的这个样式，我选它。还有点击一下发布，
发布好，我们复制一下我们首页网址，我们来看一下。看现在已经有了，这里有个搜索，那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课程的一个搜索。右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些导航栏，那这些吧都有了。这个 logo 的话，我们也可以来进行更改。我们点击一下这个 logo， 这里的话可以选择一下 logo， 把我们的 logo 的话你可以传进来。那如果你有 logo 的话，你可以传进来。那我们把它拖动一下。logo 的尺寸的话是150啊，它的宽度的话是150，高度的话也可以150，它的要求就是这样子的。那我的 logo 的话已经传进来了。设好要记得点一下发布。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博客页面，点一下博客。博客页面的话，大概的话显示的样式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可以点一下返回，返回以后这里有个博客，博客里面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你要显示的一些信息，那你都可以进行更改，哪些信息显示，哪些信息不显示，我们这里都可以改。那博客显示的方式呢，你可以点一下这个布局，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上下的一个布局，那也可以进行一个平铺的一个布局都可以，我觉得选上下的这个可以。这里设置好以后，记得点一下这个发布。好，再返回一下，这里还有一个底部的一个设置，我们可以看到底部你要显示多少行，比如说我显示一个4行，我们选4行平均大概就是选这个，你也可以只显示3行也可以。下面只有3行，因为我们刚才设了4个，我们显示4行的话，可能看起来更舒服一些。那你点击这个对应的笔，那可以跳转到这对应的位置进行一下修改。最下面这里是我们的一个版权信息大概就是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改一下，改成你自己的一个版权信息比如说哪一年到哪一年你的是我的有风版权所有，大概就可以了。点击一下发布就可以了。发布好，我们现在来刷新看一下。我们拉到我们的最底部，你看这里有了我们这个版权信息，也已经有了。那这个位置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加一个 logo。底部的一个 logo， 那这里有底部的一个 logo 选择。这次呢，我们选择我们白色的字的一个 logo 的话，我们最好做2个，一个是黑色的，一个白色的。如果是遇到这种黑色的，我们就用白 logo； 遇到白底的，我们就用黑 logo。那 logo 你看这里已经加起来，大概的话显示的就是这个样子。那下面它对应的链接，我们点一下，它就会跳转到对应的一个页面。点一下学员注册，因为我已经登录了，它直接显示这个。可以点击我的账户它可以跳到我的一个账户的一个页面。好，接下来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比如说有讲师他想申请我们的一个在线的，因为如果我们的网站对所有的讲师开放，那讲师申请我们这个流程是什么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打开一个无痕窗口给大家演示一下。我先复制一下它，打开一个无痕窗口，把我们的首页放进来。这个地方有一个公司信息，这里有个讲师注册的，我们把它加进来。导航栏把它加到导航栏里面来。还是点击这边有个菜单栏，我们点击查看所有，这个讲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讲师注册增加到菜单栏。增加进来以后的话，我们可以拖档到，我们可以改一下它的名字，比如说改成一个讲师注册，我们可以改成一个申请成为讲师。OK， 大概就是这样子，保存一下。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我们这个后台这里有了，已经生成成为讲师，我们点来试一下。假如我是一个新的访客，那我想成为讲师，我点击这里有个申请，这里的话会跳转到我们这个申请的页面，然后这里的话就可以填入你的一个信息，上面所有的信息填好以后，点击一个注册，刷新一下，应该这时候我们已经注册成功了，可能它这个模板可能还有点小问题，那不用管它，没有关系，我们把这个删掉，直接来到后台。你看这里的话，我们已经来到我们的后台了，我们点击它这里个设置，那设置好以后呢，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后台。因为我的话，这里的话，你看可以看到我们的申请已经提交，因为刚才注册的时候，它默认的话就帮我们申请了。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点击这个 W， 左边的话，这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点击 Tutor L， 点击这个 Tutor LMS， 这里选择这里有个讲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话，刚才有讲师申请了，我们可以勾项，那把它点击一个批准。这样的话，我们刚才申请的批准的好以后，我们回到我们的申请页面，我们刷新一下，可以看到这里的话已经生成成功。这个时候，比如说这个讲师他就可以在这里来创建一个他的一个课程，比如说我们来创建一个课程，他如果比如说他想开一堂课叫做怎么做视频他可以在这里申请一下。那右边的话，他可以选择他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内容，填入他课程的所有信息。这个方法的话和我们刚才的话是一模一样的
它这里申请好以后的话，我们这里可以点击一个提交审核。它提交审核以后的话，我们来到我们的一个后台，这里有个课程，我们点一下它，你可以看到它刚才申请的一个课程，我们这里已经看得到了。那我们这里如果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它，比如说李小红正在编辑此文章，你希望接什么？你可以点击一个接管。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面他申请好，他填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我们作为管理员，我们可以进来稍微修改一下它的内容。如果他的有问题的话，你改好以后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课程，点击这个课程，这里有3个，这里你点击一个发布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他做的这个课程也会发布到我们网页，它也可以发布到我们的网站上来。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个，比如说主图。我们可以给它设一个封面图，比如说封面图我设成这个，更新一下。来到我们的首页，我们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怎么做视频，这个作者是谁它都会显示。有讲师申请，我们通过以后，他的课程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网站里面。一旦有人比如说购买了这个课程，我们和它的分成比例的话是8:2，讲师拿80%，我们拿20%，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设置好了。他也可以来看一下他的一些信息他可以来到他的一个后台，他可以看到这里我的课程这里的话可以看到他发布的一些课程。那如果说他这个课程销售好以后的话，他可以在这个地方点击一个提款。这里的话，因为现在还没有钱，他提不了。那如果真的有他的课有卖出去以后的话，他这里可以设置一下他的一个提现的一个方式，他可以选择比如说 PayPal 付款，这里填入他的一个 PayPal 账号，或者用电汇也可以，或者用银行转账都没有问题，填入他的银行信息，点击一下提交就可以了。那边只要有讲师发出了一个提现的申请，那我们可以在左边这里有个提现请求，这里看到有哪些讲师，那比如说他想要提现，那我们在这地方都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来通过批准或者说拒绝都可以。现在的话，我们整个网站的话差不多已经搞定了。整个页面的话看起来非常的简洁干净。那里面还有，当然的话，里面可优化的内容还非常多。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花点时间好好来优化一下你这个网站。那如果你在制作过程当中遇到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朋留言，那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本期的课程有点长，时间有点长，如果你一次性看不完，你可以先暂停一下。Hello， 兄弟们，我是风。或者你可以点击视频右下角这里有3个点，你可以点击一下保存增加到你的播放列表方便你下次观看。那我这个频道主要分享的是一些建网站、一些网络营销工具、一些网络工具、一些数字营销工具的一些教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本期用到的所有的链接我都会放到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最好打开链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